这里是1975年的黄溪村，是一切的开端。老苏家乱成一锅粥，因为他们的大丫头跳河了。一个野人将我救起，又迅速隐没山林。我被救上来后就发起了高烧，一夜未退。造孽啊！又来个寻死觅活的，糟蹋钱的败家玩意儿。我们家娶了你，真是倒霉，自己的闺女都能报错，这回被野人救了，名声算完了，以后谁敢娶？我睁开了眼，脑海里1万匹神兽呼啸而过。昨天还是椰风海浪比基尼，今天却农家土炕大花被。我竟然穿到了那本三观歪到天边的年代文里。我成了那个跳河的假千金苏荷。这对善良的夫妻曾对沈如意全身心付出，她孱弱多病，他们四处求医，只为治好她，甚至为了她迟迟未要2胎。可她却恨我偷走了她的沈家千金身份。大丫，你醒了？既来之则安之，我得先苟着。妈，我想通了，以后我会好好的。想通了就好，想通了就好。他们夫妻俩总算拨云见日了。既然想通了，明天就赶紧上工。你白吃白喝，真当自己还是城里大小姐？娘，大丫还发着烧呢，再让她歇2天吧。苏老太被苏老汉一咳，才摔摔打打的回东屋了。家的，你去还牛车，我去给大丫弄点吃的。她跳河还有功劳啦，哪有多余的蛋给她吃？喝点苞米糊糊得了。要不啃菜团子？娘，大丫1天没吃东西了，您就让她吃个荷包蛋吧。没想到荷包蛋竟成了奢侈品。妈，奶奶说的对，我跳河本就不对。苏老太面露得意，觉得我比之前懂事了。妈，我头晕，还是送我去公社卫生院吧，说不定打点营养针就好了，10瓶8瓶就行。她没听过营养针，却不得不信。老太太不情不愿地掏出一个鸡蛋。奶，我头晕得厉害，一个鸡蛋不够，怎么也得2个吧，要不我还是去打营养针。吃死你，倒搭了我2个鸡蛋。我们苏家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讨债鬼？大丫，小心点别烫着。这是我吃过最美味的荷包蛋，估计是这身体太久没游水了。黄溪村真穷，每年都靠救济粮才能过活。妈，我吃不下了，这个留给2丫吃吧。赵翠娥很高兴，觉得姐妹俩能合得来。她们都去上工了，只有苏老太留在了家里。照顾是不可能照顾的，她去串门了。我昏昏沉沉地睡着，直到中午才醒来。原主唯一的希望是未婚夫齐远生，直到沈如意冷嘲热讽，揭露了真相，齐远生要与他1刀2断。信件是最好的证明，他还要让我生不如死，让苏家鸡飞狗跳。齐远生真是个大渣男，明明是他献殷勤。想到容貌，我从炕上爬了起来。这张脸竟与我现代的脸如此相似，只是这颗红痣似乎更加鲜艳，还闪烁了一下。一阵眩晕感传来，预示着我的逆袭人生将开启。一道机械的声音响起，亘古通金交易所，欢迎开启。苏荷穿越后对任何事情都能做到宠辱不惊了。面前光幕图标虽多，但都无法点击。苏荷直接询问规则，交易所只能用货币交易，兑换率以2022年为基准。苏荷得知现在货币兑换率是1比100，他明白这是要氪金。可惜原主身无分文，苏老太又把持家中财政。苏荷心念一动，光幕消失，他感觉身体舒服了很多。金手指虽好，但前提是有钱。苏荷思考如何赚钱。苏荷走到外屋，突然有东西落到他脑门上。苏荷看到头顶房梁上有个燕子窝，小燕子刚钻进去，别人穿越是锦鲤附身，他这是衰神附体了吗？苏荷目光被一抹红色吸引，那是房梁上系着的一块红布，红布包着镇宅的铜钱。苏荷想起了妹妹的毽子，苏小满的鸡毛毽子底部有铜钱，这或许是解决办法。原主和妹妹关系不好，直接要肯定要不来。这时苏小满从西屋蹦出来，他叉腰质问苏荷在干什么。苏荷心里想，这小丫头只长了个吃的心眼。苏荷好奇苏小满为何从西屋出来。苏荷问苏小满想不想吃荷包蛋。苏小满撇嘴称鸡蛋都被奶奶管着，苏荷哪来的荷包蛋。苏荷打开碗柜，拿出装有荷包蛋的瓷碗。苏小满眼睛发亮，咽了咽口水，伸手就要去接。苏荷却说这是奶奶给她的补品，凭什么给苏小满吃。苏小满翻了个白眼，觉得苏荷没有这么好心，他不喜欢这个姐姐，觉得她总是哭丧着脸。苏荷提议用鸡毛毽子和荷包蛋交换。
苏和说10个鸡毛毽子换1个荷包蛋。苏小满转了转眼珠，认为10个太多了。苏小满说最多只能给5个。苏和犹豫后答应了5个，就5个。苏小满回屋，从百宝箱里挑了5个毽子。苏小满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，心里偷着乐。苏和心里乐开了花，没想到换来了5个铜钱。苏和说话算话，把荷包蛋给了苏小满。苏小满咬了一口荷包蛋，一脸陶醉，觉得真好吃。他问有钱人是不是顿顿都吃荷包蛋。苏和悠悠地说，有钱人顿顿吃荷包蛋，吃1个扔1个。苏小满惊讶地张大嘴巴，觉得太浪费了。他希望能在有钱人家捡他们丢弃的荷包蛋。苏和看着苏小满呆愣的样子，笑得前仰后合。苏小满发现被骗了，气成了小河豚。他抱怨苏和不如如意姐姐好。苏小满狠狠咬一口荷包蛋，表示姐姐是坏蛋，荷包蛋无辜。苏和心里叹气，如意姐姐只会挖坑埋了苏小满。苏和这才猜到苏小满是从西屋窗户爬进来的。苏小满很快吃完荷包蛋，把碗舔得比水刷还干净。苏和扶额感叹，都是因为穷闹的。苏小满眨巴眼睛，好奇地问野人长什么样。苏和想起原主跳河后就晕过去了，没见过野人。苏和决定逗弄苏小满，故意说野人很可怕。苏小满被吓得小脸煞白，求苏和别再说了。苏和见小屁孩被吓着了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苏小满再次被气成小河豚，恼怒苏和笑话他。他抱怨苏和被野人救了，村里传言对苏和不利。苏和对流言毫不在意，正想继续逗弄苏小满，外面传来自行车车铃声，苏永师喊着爹娘。苏小满兴冲冲打开前门，问二叔是不是回来了。苏和想起苏永时是苏老太的2儿子。苏永时停好自行车，苏和出于礼貌笑着叫了声二叔。苏永时满脸笑容，问苏和在家，并让他尝槽子糕。苏老太在村口大柳树下和老太太们聊天，他听到苏永时回来了，一路小跑赶回家。苏老太说苏和刚吃了他的鸡蛋，没肚子吃槽子糕。他还抱怨苏永时乱花冤枉钱。苏和当没听见苏老太的话，接过槽子糕点心包。苏和顺手将点心包递给了眼巴巴的苏小满。苏小满幸福地接过点心包，迅速跑回西屋。苏老太气炸了，骂丫头片子不配吃槽子糕。苏和轻笑提醒奶奶，国家教导男女平等。苏和说要讲究人人平等，否则传出去影响不好。苏老太一听影响不好，顿时有些麻爪。她辩解自己随便说说，其实最疼苏和姐俩。苏和再次提起槽子糕的事情，苏老太无奈地说她不爱吃，让苏和他们吃吧。苏老太心疼地想，刚搭了鸡蛋，又搭上槽子糕。小何，你乃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别放在心上。我笑了笑，没言语。二舅今天回来定有事，奶奶也猜到二舅有事，把他拉进了东屋。小丫头一看就是老手，肯定没少这么干。然后我也凑了过去。老二，金宝怎么没回来？我的宝贝大孙子胖没胖？娘，金宝上学呢。我这次回来有件大好事和您说。什么大好事？纺织厂赵副厂长儿子赵斌今年25，一表人才，我觉得和咱家苏和正合适，赵副厂长也非常满意。我想带苏和去县里相看，成了就掉进腐窝了。真的？那死丫头还有这好造化？她昨天跳河被野人救了，我正愁她嫁不出去，她啥不会，还天天哭丧着脸，能看上她？娘，先不说那是不是野人，现在是新社会，城里小伙不一样。小何从省城回来又好看，我就怕大哥大嫂不同意，想把他多留几年。他们懂个屁，闺女嫁得好才是最要紧的事，家里的事还轮不到他们做主。这事儿交给我，明天早上你就带那死丫头去县里。我没再听下去，轻手轻脚回了西屋。苏小满也跟了上来，她酸溜溜地说道，如意姐说嫁到县城是天大的好事，你能吃香喝辣了。这小丫头彻底被带歪了，是因祸得福吧？以后好好学习，别连成语都说不全，只有自己变强大才能无所畏惧。比如你手里的槽子糕，你得看奶的脸色才能吃到，若是有本事，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啥，我去上学了。班正这个小丫头任重而道远啊。我更关心二舅说的事。我穿越前看过那本年代文，书里三观不正，我弃文了，很多细节记不清。听到赵斌，我才想起书中的情节。赵斌确实人模狗样，却是人面兽心的畜生。他糟蹋姑娘，还造谣原主勾引他。二舅他们为了巴结赵副厂长，居心不良。
我决定跟着二舅走这一遭。我用手触碰眼角的红痣，默念1879年货币兑换率为1比3000，是否充值？是。余额显示15000元。请宿主注意，兑换规则调整为按照购买力计算。说话不算数的狗逼交易所，我买的全是防身用品，自带储存空间。我感到有些虚弱，便买了一份热姜汤，喝完浑身冒汗，沉沉睡去。奶奶把炒鸡蛋放在了二舅前面，我伸出筷子夹了一大块鸡蛋，奶奶的脸立刻就耷拉下来。爷，您干活辛苦了，吃点鸡蛋补补。你也吃，大家都吃。苏小满就等着这句话，赶紧夹了一筷子。哎呀，手抖了，奶奶气得脸都绿了。爸妈，奶说你们是壮劳力，得好好补补。这鸡蛋是特意给你们炒的，我做梦都没说过这样的鬼话。爸妈顿时一脸感动，妈眼圈都红了。两人看奶奶的眼神就像小鸡仔看老母鸡。苏老太不耐烦地说，别提那些了，快点吃饭。吃完饭她有事情要说。吃过晚饭，赵翠娥想起身收拾碗筷。苏荷说，妈你累了一天了，我来收拾吧。这话一出口，所有人都看向了她。苏荷揪了揪小满的呆毛，让他收拾碗筷，明天奖励你一个荷包蛋。苏小满想，今天苏荷给了荷包蛋，槽子高可信度高了。看到苏荷点头后，小丫头麻利地收拾起来。赵翠娥想帮忙，苏荷轻轻按住她的手，奶不是有事要说吗？就让小满收拾吧。我看向苏老太，问奶奶，您有啥事说吧。苏老太觉得这死丫头怎么成了家里主事的，她要说的是大喜事。老二给大丫找了门好亲事，那是纺织厂副厂长的儿子，大丫明天去县城相看，若被相中，后半辈子就不用愁了。赵翠娥小心翼翼地问对方，条件那么好，为何相中大丫？苏老太斜睨赵翠娥说，当然是老二出了大力气，他把大丫夸得像朵花，对方当然动心了。苏永时忙插话，他只是搭个线，大丫长得好有见识，他保证赵斌一表人才，和大丫郎才女貌不会害他，这样的好事可遇不可求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赵翠娥仍不踏实，问赵斌是不是有什么毛病。苏老太怒啐赵翠娥，说他个搅家精，老二怎会害侄女？这事我说的算。明天一早大丫就跟老二去县城，明天好好打扮，见了面别哭丧着脸。奶，我都听您的。出门没钱，心里没底，能不能给点钱？也不用多给，我个180的就行。苏老太瞪大眼睛，差点晕过去。180还不多？你个死丫头！我突然捂着心口，哎呦，奶我心口疼，明天连路都走不成了，更不用说去县里了。苏老太觉得这死丫头是在威胁她吧？这死丫头跳了一回河，怎么完全变了个性子？苏永时给苏老太使眼色，怕苏荷不跟着去。娘，小荷说的有道理，穷家富路好歹给点零花钱。苏老太瞪了苏永时一眼，回东屋取钱，心在滴血。死丫头，你要是被看上了就算了，看不上扒了你的皮，奶您就瞧好吧。苏老太心塞地回东屋，苏永时紧随其后。苏老汉拿出烟袋锅，磕了磕，沉默片刻。大丫找婆家人品更重要，别光听你二叔的。苏荷有些诧异，梳理苏老汉像隐形人。爷，我知道了。苏老汉背着手起身出去了。赵翠娥把苏荷叫进西屋，压低声音，大丫，你要是不想去，我和你奶说这亲事不靠谱。苏荷心想，妈妈虽然懦弱，但脑子还是够用的。妈，我也是想顺道去县城散散心，天天吃野菜粥不饱，正好拿钱买点干粮回来。赵翠娥松了口气，紧接着又担忧，你奶要是知道，我奶最疼我，不会骂我的。赵翠娥觉得闺女是不是还在发高烧啊？赵翠娥仔细叮嘱苏荷，让她凡事多留个心眼。妈，我都记下了，您放心吧。赵翠娥欣慰，闺女跳了回河，和自己亲近不少。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苏小满探进小脑袋，那个谁？我把碗洗好了，记住你说的话。苏小满说完想跑，我一把拽住他，把作业写完了再出去玩。只有傻子才写作业呢，老师又不检查，写那破玩意做什么？苏荷叹息，这年代对教育不看重村里，小学等同放养。你不写就不写吧，我本来想给你买点奶糖，看来没必要浪费那个钱了。苏小满眼珠一转，立刻冲进屋里，谁说我不写的？我最喜欢写作业了。赵翠娥忍不住笑出声，小闺女油盐不进，还是大闺女有办法。苏小满拿出书包开始写作业，龙飞凤舞。我走过去瞥了一眼，简直就是鬼画符。我要了2张作业纸，开始给骆小玲写信，信里主要是卖惨旁敲侧击，沈如意祈远生，最后委婉地提出救济粮票、邮票、华夏币，多多益善。沈如意想利用骆小玲给她下套，
最后套住谁还不一定呢。次日大清早，赵翠娥就起来烧火做饭了，煮几个鸡蛋给老二带上。奶，您是怕我坐车饿着吧？您对我太好了，我以后一定孝顺您。苏老太这口气上不去下不来。吃过早饭，我给苏小满塞了鸡蛋，妈留着你和爸还有我爷中午吃。赵翠娥鼻子发酸，闺女这回懂事了。我在柜子里面翻找原主的衣服，她找到了一套蓝色衣裤和一封信，一看正是齐远生写的分手信。苏荷冷嗤一声，把信重新藏好。我换好衣服，在镜子前照了照，尽管衣着朴素，却依然娇俏动人。苏永时满面春风，觉得十拿九稳了。奶，等我回来给你买好吃的。苏老太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土路颠簸，苏荷觉得屁股要颠成八瓣。苏永时嘚啵嘚说：“赵斌家世多好，二叔你肯定不会害我，相看时你得陪着我啊。”赵斌不是那样的人。好，我到时候陪着你就是。苏荷眼神闪了闪，给了他一次机会。1个多小时后，叔侄2个到了老丈人家。这就是小何吧？长得是真俊。苏荷抿嘴一笑，一副羞涩状。苏永时带着苏荷去站点等客车，叔侄2个到站点还没到发车时间。司机端着茶缸子，滋溜滋溜喝茶水，女售票员则是在那打毛衣。苏永时一脸艳羡，这是好工作。大姐，你这毛衣打得真漂亮。苏永时买了车票，靠在座椅上打盹。女售票员拉着苏荷的手，叫着妹子。下车时，女售票员还给苏荷塞了2块糖。苏永时在她睡觉时发生了什么？出了客运站，苏永时带着我离开。苏永时带着我到了纺织厂家属院。我觉得这样的楼房不如平房。苏永时眼里满是艳羡。赵家住在3楼。苏永时敲门：“你们怎么才来？”客车开得慢，我们紧赶慢赶。妈哪有让客人在门外站着的？魏琴这才让苏永时和苏荷进屋。苏永时觉得眼睛不够用了。便宜你了。妈，你不是着急上班吗？赶紧去吧。你们车间缺人手，和我一起去厂里吧。好，我……二叔你答应过我的。苏永时避开苏荷眼睛，跟着魏琴走了。苏荷心里冷笑，给了你机会。尝尝这苹果，又脆又甜。苏荷摇摇头，没接。渴了吧？我去给你拿汽水。赵斌从床底翻出纸包，他把东西掺到汽水里，露出猥琐的笑。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帮你把瓶盖气开了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你放了东西？听说你用这招害过人，也想用在我身上。你倒是知道不少，那就挑明了。只要你从了，我保你吃香喝辣，不然我得手后一脚踹开你。我勾了勾嘴角，拿出了电棍。赵斌有些懵，电棍凭空出现。苏荷电棍到了，赵斌抽搐晕了过去。我戴手套在屋里翻找，在赵父赵母屋里发现了暗格，暗格里有各种票证和7000多块钱，这绝对是一笔巨款，肯定有猫腻。思索片刻，把东西放回暗格，还将赵斌的东西塞进暗格。苏荷拿起茶几上的火柴，然后点燃了赵斌屋里的窗帘。一场精心策划的反击就此展开。赵斌被烟呛醒，还没反应过来。我冲出门，一声急促的呼救穿透筒子楼。爷爷奶奶、叔叔、大爷，快救救我！赵斌要伤害我，竟然点火烧房子，我差点就逃不出来了。不少人都围了过来，火势一旦蔓延，整栋楼的住户都得遭殃。大家齐心协力，很快就把火给扑灭了。这些都在我的计划之内。火被扑灭后，赵斌恶狠狠地呵斥我。大家听我说，我二叔介绍我到赵斌家，他和他妈支走二叔往汽水里放东西，我拒绝喝，他就逼我还动手动脚。我拼命反抗时，他变得很暴躁，扯坏窗帘，后来不知怎就点着了。我趁着混乱才逃了出来。赵斌眼睛赤红，嘶吼着反驳我。一个络腮胡子的汉子皱眉呵斥他。我在心里暗暗感激这位大哥。这位大哥说得对，我一个乡下姑娘，怎么敢主动招惹他？他还跟我说他爸是副厂长，他妈管厂里的钱让我顺了他。对了，他刚才发火时还念叨着床头暗格里藏着不少钱，是他爸妈攒的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几个胆大的住户，当暗格被打开，现场一片哗然，没人见过这么多现金。赵斌彻底慌了，疯了似的要抢，这些书刊真是不堪入目。赵斌又气又急，拼命挣扎。这时人群后面挤过来一个满头大汗的人，我有些愕然，按时间算他应该刚到场。没等我开口，一位老太太就对着他啐了一口。苏永时满脸涨红，支支吾吾的辩解。面对众人的指指点点和我的沉默，苏永时浑身不自在，把火气撒在赵斌身上。赵斌彻底破罐子破摔，狞笑着嘲讽他。我并不知道有人在暗中观察我。没过多久，工作人员就赶到了现场。听说魏琴被带走时面无血色，瘫软在地。
赵副厂长得知消息后，吓得魂飞魄散。我和苏永石也被留下录了口供，他全程瑟瑟发抖，生怕自己被牵连。我出来后，两人一路沉默。二叔，你把我介绍给赵斌那种人，我要是没逃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现在我只要一想起当时的场景就害怕。苏永石心里一慌，连忙摆手：二叔，你总得补偿我一下，我想要你那辆自行车。苏永石瞬间愣住了，脸上露出为难。我笑了笑，眼底却没什么温度。我要是回去告诉爷奶爸妈，你为了转正把我往火坑里推，到时候厂里会不会让你转正呢？苏永石的脸瞬间变得惨白。我递给他一张作业纸和铅笔，他咬着牙在收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我得去上班，你二婶下午3点半下班，你老实在家里等着。二叔，我记下了，你放心吧。我二叔心里这个气啊，狼崽子装什么小白兔，房间只有30来平方，很是逼仄。我又累又饿，从空间兑换了牛奶面包，吃完之后我倒头就睡。我睡醒后起身到院子里溜达，怎么一股中药味，似乎是从东边隔壁传来的，隔壁有病人。我买了邮票把信寄了。我回到平房时，二婶已经到家了。小何，二婶对不住你，谁知道赵斌是畜生，要是知道他这样，二婶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你牵这个线啊。等会儿金宝放学，二婶领你们去供销社扯布买好吃的。二婶，你们也是好心，我不怪你们，怪我命不好。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你越这样，二婶越心疼。女孩子名声最重要，别把这事儿声张出去。我听二婶的。妈，我爸回来了吧？我奶是不是给我拿好吃的了？胡嚷嚷什么？没看见你小何姐吗？快叫人！姐妈，我爸说回来给我带好吃的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你个小馋猫，走吧。你陪我玩打仗，要不然就告诉咱奶。好呀，金宝，你快看，那是什么？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我敢打他。金宝，这叫兵不厌诈，学会了在小伙伴面前会很有面子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到时候你就会像大将军那么威风。快点教我。好的呀，大将军可不能哭鼻子，更不能告状，你能做到吗？当然能做到，我要是做不到，我就是小狗。金宝，天上有只鸟。可怜的金宝被我抽了10几棍子，为了不当小狗只能忍着。呜，他再也不和堂姐玩了。你个熊孩子，还想翻天尝到被智商毒打的滋味了吧？顾迟燕收回视线，笑了。药好了，快去喝吧。他望了一眼隔壁，踏步而去。苏金宝围着二婶转，想告状又不想当小狗。哼，二婶，东西两院都住的什么人？西边那2口子眼睛都长在头顶上，东边老葛头脾气古怪，小何肉票又没了，下次再来，二婶一定给你炖肉吃。我当然不会把这话当真，含糊地应了一句：妈，我要去供销社。你个小馋猫，走吧。营业员不耐烦地说道：再卖10分钟就不卖了。小何，本来二婶想多给你买点东西，现在买不成了。我懒得戳穿他，反正以后我会经常来。小何，二婶还得去上班，就不陪你了，这钱你留着买车票。我找了个僻静的地方，在交易所买了个麻袋。我故意表现得很吃力，把麻袋拖上了车。车到了怀化公社，我费力地脱下麻袋，帮我去老曹家送个信儿，让人把自行车推过来。小何回来了，相看的怎么样？二婶叮嘱我不要乱说，我二叔把自行车卖给我了。啥？永石把自行车卖给你了？我从沈家带来了点钱，现在买自行车也算用在刀刃上。我二叔担心您不信，还给我打了收条呢。既然这样，那车你就骑走吧。姥姥，这包槽子糕是我孝敬您的。王凤荣心里更难受了，那2个白眼狼连块糖都没给他烧。小何，以后就把姥姥当亲姥姥，常来串门。我把麻袋捆在自行车后座，哼着小曲回黄溪村。我家老二给大丫介绍了副厂长儿子，这大丫还真有福气，从小在省城，又要嫁到好人家。奶奶听了这话，心里就像吃了蜜似的。我推着自行车进院，奶奶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儿，迎了出去。大丫，这东西是你对象送的。奶青是黄了，这东西是我买的。奶奶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老嫂子，这谈婚论嫁就讲究个门当户对，我之前就觉得这亲事成不了，没好意思说。刘奶奶，您说的对，谈婚论嫁就得门当户对。刚才我在公社瞧见你家小姑了，正被她婆婆指着骂呢。
他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，灰溜溜的走了。你个败家玩意，亲事黄了还买这么多东西，肯定把我的2块钱都花了，真是造孽。奶，这事可不怨我，等我爷回来我再给您讲讲二叔给我介绍的好亲事。你个死丫头，到底是咋回事？你麻袋装的啥？奶不行了，我心口疼，您再逼我就要晕了，就要去公社卫生院打营养针了。奶奶气得说不出话，这招果然管用。奶肥肉炼成油渣，瘦肉炖白菜。你个败家子，竟然买了这么多肉，还想一顿都吃了。哎呦，我又要晕了。奶奶只好妥协了，香气很快弥漫开来。呸，亲事都黄了，还有心思炖肉吃，就不是那正经过日子人家。你才不正经。小满这嘴真是遗传了我妈，奶奶也拿小满没办法，还给他油渣吃。我交代小满今晚好好表现。爷和爸妈回来了。大丫，你哭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咋了？出啥事了？奶奶还在疑惑我的情绪。也没什么，就是二叔给我介绍的对象有点问题。不过二叔也是好心，估计是被蒙骗了。说详细点儿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瞄了一眼奶奶，她脸色不太好。别瞅你奶，实话实说。爷，您别怪我。二叔虽说他和我二婶是为了转正，但毕竟也是为了我好。虽然当时我求他，他也没留下来，但毕竟中途折返回来了，他心里还是有我这个侄女的。爸爸已经气得直哆嗦了。自从我嫁入苏家，从没亏待过老二，他们为了转正卖我闺女，不是人。要不是那个畜生刚好犯病，大丫不就被他糟蹋了吗？苏老二就算折返回来也晚了。大丫、二丫，走，和娘回你姥姥家。妈，要不咱吃完饭再走，还能给我姥姥家省顿饭。小满这孩子真是个小吃货。老大家的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会让老二给你们个说法。明天随我进城，看我不打死老二。老头子，你消消气，老二不是这种人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估计是被蒙骗了。爷，这件事确实是我二叔不对，但若是您去了县城，万一被说闲话，我二叔和二婶的工作就保不住了。我受点委屈没什么，还是大局为重。对，等老二回来，你再训他也不迟。万一把他们工作闹没了，金宝就没办法在县里念书了。大丫也不能让你白白受委屈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。看二叔的自行车挺好，不如把二叔的自行车给我姐吧。大丫，这事是你小婶不对，让他给我妈和村民道歉，我就放了他。张莲香心想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道了歉，张莲香两口子咬牙切齿地走了。爷，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？过几天春耕村里都得朝张家村借牛，平时一竿子打不出个屁，今天倒耍威风。奶您还说我妈呢，要不是张莲香跑得快。行了，继续吃饭吧。这事儿不怨你，她要不是个娘们儿，我早抡拳头了。苏小满也唉声叹气，怕被小伙伴排挤。妈，您别上火，不就是耕地的问题吗？我想办法借一台拖拉机，事情就解决了。你说铁牛？对，就是铁牛。你就别吹牛了，铁牛是稀罕物。爷，明天我打算去趟县里，等耕牛事解决了，爷再去帮你把钱要来。爷，我不是去要钱，我是去县里借铁牛。大丫，你说啥？你一个小丫头能借来？爷不试试怎么能知道行不行？要是我真能借来铁牛，咱们老苏家就立起来了。你说的轻松，车票钱谁出？既然你这么说，爷就信你一回。行，回来就不用我爸接我了，坐铁牛回来。奶借我30块钱，还您40。苏老太让赵翠娥煮了10个鸡蛋。吃过早饭，苏永国载着苏荷到公社。大丫，事情办不成也没啥，别有心理负担。爸，我知道了，您回去慢点骑。苏永国目送客车开出老远，只要有他在，谁也别想伤害他的家人。妹子又去县里啊？家里养的不值钱，您和大叔一人一个。高红推辞一番，最后还是收下了。公交公司就属这车最破，槐花公社最穷，人家启平向阳公社都是新车坐着舒服。苏荷心想，经济决定资源分配。妹子，你哪天回槐花，我给你留个好位置。苏荷出了客运站，到了苏永石家。苏永石家锁着门，西边隔壁也锁着。
葛老头家门半开着，苏和上前敲门。谁呀？我又不认识你。葛爷爷，我是小何啊，我是苏永石的侄女，家里没人想在您家待会儿。不欢迎。苏和吃了烧饼，钱慧芳从对面走来。您是钱婶吧？我是苏永石的侄女苏和。哦，有事吗？我二婶常念叨您，说您是机械厂优秀职工，堪称妇女楷模，我想向您学习。哎呦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你这小姑娘嘴巴倒是甜。钱婶，您就别谦虚了，您特别优秀。你二叔他们3点半下班，走上我家待会儿。那感情好了，我正想和您亲近亲近呢。您还没吃饭吧？我这里有煮鸡蛋。钱慧芳象征性推让，最后还是收下了。钱慧芳心想，这姑娘太实诚了。苏和跟着钱慧芳进了屋。我瞧你风尘仆仆的，这是刚从乡下来。我听你二婶说，你不是昨个刚回去吗？钱慧芳回想赵斌的事，觉得曹红梅丧良心。婶子也不知道是谁，多嘴把前天的事传回去了。我在村里待不下去，想来县里避避风头。那你就在县里住段时间，没事儿就上我这儿来坐坐。前省县里有哪个单位招工吗？临时工就行。难啊，现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就算有位置，也早就被人盯上了。厂里领导外派了几个人去了农机局修拖拉机。前省你们机械厂的人就是厉害，连拖拉机都能修，怪不得都说机械厂是咱们县里的老大哥。这倒是我们机械厂的人，走到哪儿都被人高看一眼。前省应该是我二婶，回来了，我先回去了，哪天再来向您学习。小何以后没事就过来串门，有啥事儿也别客气。曹红梅震惊，苏和又来了，钱慧芳为何这么热情？二婶儿，您这是猜到我今天要来，所以特意买了肉。咦，不对啊，您不是说这个月的肉票用完了吗？金宝嚷嚷着要吃肉，我借了张肉票。小何，你咋来了？二婶，我这会准备多住几天，您不会赶我走吧？小何，你说的这是哪里话？二婶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走进屋，二婶给你炖肉吃。曹红梅烧火做饭，心里不高兴，不爱说话。苏和叽叽喳喳，曹红梅只觉得脑仁疼。曹红梅想到相亲的事，只好忍下。苏金宝放学回来了。你咋又来了？是不是来和我抢肉吃？怎么和你堂姐说话呢？二婶没事，童言无忌嘛。金宝，奶给你拿煮鸡蛋了，姐陪你玩壮蛋。苏金宝又蹦又跳，跟着苏和到了院子。谁若是输了就罚他，把自己的鸡蛋吃了。开始吧。苏和的蛋破了。我输了认罚。金宝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壮蛋都是第1名。苏金宝虽然赢了，却觉得哪里不对。苏永石回来了，特意调了个班要吃肉。二叔看到我，惊喜不惊喜，意外不意外？苏永石觉得是惊吓，直觉苏和来没好事。苏永石找了个由头，把苏和领出院子。你咋又来了？自行车都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二叔，我是您亲侄女，您怎么跟防贼似的？放心，我这次不是冲着你来，我是来借铁牛的。你说啥？你来借铁牛开什么玩笑？农机局一共2台铁牛，公社领导都借不走。我也不想来啊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乃把张连香打了，打的那叫一个惨哟。我爷担心借不到耕牛，我只能自告奋勇来试试。苏老太打了2个大喷嚏，哪个小王八羔子编排老娘？张连香就是个泼妇，你乃没事招惹她做什么？二叔，这得感谢您啊。张连香听说您给我介绍了门好亲事，去咱家套近乎了。苏永石脸色难看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肯定借不到铁牛，走个过场就回去吧。我在您这住几天，要是借不到我就回去。不过借铁牛这事儿，您别和我二婶说。苏永石觉得苏和阴阳怪气，但没吭声。二叔，我奶有钱，您要是填不上窟窿，就找我奶要。2人进屋，饭菜已做好，五花肉炖萝卜。这一圈走下来，我目标也选定了，那就是住在4楼的老何家。何工是纺织厂总工，负责所有机器维修。我心里感叹，他络腮胡子下藏着一颗八卦的心。我把糖都给了周大勇，返回老何家。小姑娘，你还有事？奶奶，我看您和爷爷腿脚不便，有需要帮忙吗？您二老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何工为现代化添砖加瓦，我为您二老做点事情是应当的。您和我客气，就是耽误我进步。小姑娘，家里没菜了，拿着副食本帮我买点。我排了半天队，买了白菜、萝卜、土豆，又从空间兑换了1兜子野菜提上楼。奶奶，这些菜是我买的，野菜是我从乡下带来的。我把菜放好，帮老2口打扫屋子做晚饭。铁牛没借到手，我倒是先变成老黄牛了。何奶奶执意留我一起吃，我推让一番也就坐下了。刚吃了2口，何工回来了，
她头发凌乱，厂服油污。向群，这是苏荷，帮了我们老两口不少忙。苏荷同志，多谢你帮忙，我担心他们老两口。何公，我做的这些不值一提，你为常理处理。好端端机器就出问题了，找到原因没有？找到原因了，但这种织布机已停产，找不到替换配件。我的小心脏砰砰直跳，机会来了。何公，我有个建议，怕说出来被你笑话。说说看。何公，用残次布换机械厂代加工配件，这买卖划算。对，还是小何聪明，这个办法好。我们也想过，但配件数量少，机械厂不接单。我二婶说，最近有很多残次布可以卖给机械厂。这是俩好嘎一好的事儿，成了最好，就让小何试试。行，那你就去问问，不过得快点。小何，正好我今天蒸了包子，来尝尝。齐卫民和我打了招呼就出去了，包子真好吃。钱婶，您真是巧手。钱婶，你们机械厂的厂服还没着落吗？哪那么好解决？布料紧缺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。我有办法解决，不过得有个条件。你这小丫头，别寻我开心了。你要是真能解决，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钱婶，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开玩笑呢？你的意思是用残次布换代加工零件，不要布票？没错，我和何公就是这么定的。小何，如果这事儿办成了，你可是帮了婶子大忙。小何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。钱婶，因为赵斌的事，村里对我有些传言。现在春耕，村里耕牛不足，我想借一台拖拉机回去。小何，就冲你这心气儿，婶子帮你办。钱婶，你去纺织厂谈时把我带上吧。那姑娘来找你有事？不但有事，还有好事呢。这乡下姑娘倒是挺能耐，脑子也太好使了。我看没什么问题，两边各取所需，牵个线的事。这小姑娘心气儿高，说不定将来有大造化。你这一天去哪了？怎么才回来？二叔，我当然去办拖拉机的事了，估计过2天就成。黄毛丫头就是黄毛丫头，把事情想得也太简单了。二叔，5天为限，敢不敢赌？我若借来拖拉机，以后我来去自由，你得帮我应付二婶。苏永时心里冷笑，觉得他赢定了。二婶，您上次怎么想着把我介绍给赵斌？都过去的事儿了，你还提起来做什么？二婶平时还会演戏，现在又累又困，连演都不想演了。二婶，您是聪明人，就没想过这里面或许有什么猫腻，说不定人家是故意给你下套呢。我有什么值得车间主任算计的？要算计也是我算计人家才对。我一听就知道是车间主任撺掇他的，有了目标就好办，等有时间去纺织厂家属院打听一下。第2天我没出门，怕钱汇芳会来找我，我用意念点开交易所界面，就当自己在逛某宝了。我越看越惊讶，交易所可真有几把刷子，里面有不少古代典籍和器物，只是价格贵得让人咂舌。我正翻看时，东边隔壁的门吱呀一声开了，葛老头开始在院子里打太极拳。我用手肘撑着土墙，看得津津有味，时不时的还鼓掌叫好。年纪轻轻，无所事事，不懂礼貌，无知小儿。老爷子，您真厉害，虚落人的词儿都这么有文化。他这话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？老爷子，我确实无所事事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难怪曹红梅说这老头子性格孤僻，还真没冤枉他。那个小江河湖海，你不是要献殷勤吗？过来帮我把草药分拣一下。老爷子，我叫苏荷，除了长得好看一点，也没看出来什么优点啊。老爷子，知道我为啥和您套近乎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看您就是神医，扁鹊重生，华佗在世，万一将来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也好让您给我诊治。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葛老头脸部线条柔和了几分。我算什么神医？医术平平，早就不给人看病了。反正我就觉得您医术很厉害，我得厚着脸皮贴上来。从来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1个小时后，我把药草挑拣完了，我正想邀功，瞧见钱慧芳匆忙往这边来了。老爷子，钱婶应该是来找我的，我先走了。小何，事情比我预计的还要顺利，领导已拍板开了介绍信，让我去纺织厂谈呢。既然你和何公熟悉，那你陪我一起去吧。他不由得纳闷，他们怎么凑到一块的？他觉得这是错觉，转身进屋了。我求之不得，人脉是一切的基础。2人有说有笑，很快就到了纺织厂。我带着机械厂工会的同志上门了。我给2人做了介绍后，就识趣的当背景板了。
何工和钱慧芳很快就达成了合作意向，正好赶上饭点，就在我们食堂吃个便饭吧。钱慧芳推让一番，也就同意了。只要有我的地方就不会冷场，气氛很是融洽。我便解释说，和机械厂工会的同志过来找何工，这小姑娘挺能耐啊。小何，我回去就办拖拉机的事情，晚上估计有好消息。我道谢一番，两人这才分开。过河拆桥不是我的行事风格，况且何工这条人脉不能断。紧接着又给老两口做晚饭。何爷爷，何奶奶，估计明天我就回乡下了，等过些天我再来看你们。我其实不缺票，但见何奶奶诚心给，只好收下了。小何，成了，刚好有一台拖拉机回来维修，我们厂里领导答应，明天一早就去你们村里。我爷的烟袋锅差点掉地上，大丫真把铁牛接回来了。轰鸣声中，我驾驶着铁牛霸气登场，大家伙都在呢，是不是都在这等我呢？毕竟刚才还逼着我爷去张家村赔钱道歉呢。我爷这辈子都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，走路都有些软绵绵的。爷孙女不辱使命，把拖拉机借回来了。好！我的老天爷啊，这丫头竟然真把铁牛接回来了。张莲香那小婊子想屁吃呢？咱们有铁牛，奶的宝贝大孙女儿，奶就知道咱们家你最有出息。我爸妈也满脸是笑，与有容焉。闺女真是太有本事了。爸，张师傅在供销社门口等着您，骑自行车接一下。我爸答应一声，骑着自行车去接人了。孙师傅很够意思，吃过午饭就开始犁地了。看见没有，这是我姐借来的铁牛，我苏小满的姐。黄溪村像过年一样，张家村却蔫了。这下可好，人家借来了拖拉机，再也不会借耕牛了。都是张莲香惹出来的，好端端的去老苏家闹什么？苏永石两口子肠子都要悔青了。我二叔一气之下说漏嘴，被挠了个满脸花。张占发向公社打了小报告，领导们脸色不太好看。我爷心里七上八下，奶奶更是缩在墙角当鹌鹑。出头的船子先烂，看你还怎么得意。我很高兴，正愁怎么和公社领导套近乎。我热情招待领导们，看到烟糖瓜子，脸色缓和。小苏啊，你这回可是咱们公社的名人了，详细说说借拖拉机的事，让我们借鉴一下经验。您就别打趣我了，我能借来拖拉机，多亏了公社领导。你这话从何说起？农机局考虑到咱们怀化公社，这才松了口。他们还说，若咱们经济搞上去，明年肯定拨一台拖拉机。真的？农机局真是这么说的？真的，千真万确。领导们脸色阴转晴，但很快就蔫了。经济搞上去谈何容易？几位领导，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说吧。咱们公社耕地有限，这是劣势，但同时也可以转化为优势。优势？这年头土地才是根本，没有耕地怎么是优势？正因为我们耕地少，赋闲的人员多，所以能着手集体创收项目。集体创收项目，咱们公社没资金技术，怎么开厂？咱们公社没能力开厂，但是县里的大厂有啊，让机械厂、纺织厂在咱们公社建分厂，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。到时候咱们公社自己都能买得起拖拉机。罗主任激动地转圈，其他领导也像打了鸡血似的。小苏啊，想法是好的，但也要考虑到实际操作问题。据我所知，大厂没有设立分厂的苗头。您说的没错，但事情都在变化，或许我说服其中一家呢。苏大丫，大白天的你说什么梦话呢？你能让人家大厂在咱公社建分厂，这就太扯了吧。我承认我这话有些说大了，但不试试怎么知道就不行呢？只要能为公社做出贡献，别说豁出脸皮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愿意。领导们颇为感动，我真是个好同志啊。罗主任，您给我弄个职务，怀化公社联络员，您看咋样？罗主任和其他领导都愣住了，大家的目光都汇聚到我身上，这不就是要官吗？爷爷恨不能找个窟窿眼钻进去。奶奶眼睛一亮，要是大孙女当了联络员，她就是最牛的老太太了。罗主任脸色僵硬，提出来需要再商议一下，我便带着爷爷他们出去了。我看小苏这姑娘有内秀，而且她能在机械厂说上话，有路子。既然你们都没意见，那就让她当怀化公社联络员。小苏，现在正式任命你为怀化公社联络员。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公社发展添砖加瓦，不辱使命。相信不久将来，咱们公社一定能成为县里排头兵。你很不老实，不适合再担任张家村会计，回去反省。张占发差点瘫在地上，想不通为何这些人都信了我的邪。他瞧见黄溪村的人指指点点，赶紧灰溜溜地走了。奶的宝贝大孙女哟，你竟然还当官了，都能弄个诰命。胡咧咧什么？
小心让人揪尾巴。爷爷其实也高兴得不得了，又一个大惊喜。爸爸妈妈更是满脸喜色，若不是还有理智，都要笑出声了。爷奶爸妈，我这只是个虚职，做不出成绩就收回去了。那我去田里了，看看进度。爸，你想不想开拖拉机？大丫谁不想开拖拉机？关键是想也没用啊。爸，谁说想也没用？只要你能学会，其他事我办。大丫真的。爸，咱有县城老师，您多和孙师傅、张师傅套近乎，送点礼就教你了。奶，不用拿那些，我从县里带了几包烟，让爸送烟就行。爸爸按照我说的，把烟塞给了孙师傅和张师傅，果然两人痛快答应了。爸爸也有些天分，不到1天就开得像那么回事了。就算会开也没用，苏家人是飘了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此时正拿着铅笔在纸上写画画，沈如意必然还有后招。二叔二婶眼皮子浅，我得收服他们，免得拖后腿。77年恢复高考，我要让他们自己开阔视野，长本事。单单这样还不行，得让他们学习文化知识才行。我计划好了之后，把纸撕碎丢进了灶坑里面。爷奶爸妈二丫，趁着人权，我们现在开个会。啥？开会？开啥会？你去取笔和纸，把会议内容记录下来。若是记得好，我从县城回来给你带巧克力。知道我之前为什么跳河吗？家人俱是摇头，他们不敢问，怕刺激我。沈如意说齐远生和他好上了，还要报复咱们老苏家。他个白眼狼，让咱们老苏家家破人亡，我呸！奶奶骂得欢，沈如意真来了，她第一个就得怂。我查明白了，二叔二婶给我介绍赵斌，是沈如意指使的。爷爷的脸色彻底变了，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大丫，如意她真跟你这么说了，赵斌那事真是她指使的。我也觉得如意姐不会这么做，她上次还给我带了巧克力呢。没学过什么叫糖衣炮弹吗？以后想要什么都和我说，别人给的都别要。妈，这就是事实。他认为咱们偷走了原本属于他的省城大小姐日子，等我从县城回来，让二叔二婶亲口说出实情。大丫，你说咱家该咋办？沈如意背靠沈家，咱们老苏家必须得拧成一股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才能应对他的阴谋诡计，免得中了圈套。另外，从明天开始，所有人都得学习文化知识。大丫奶一个大字也不认识，你可别折腾奶这把老骨头了。奶，咱们老苏家不可能一直窝在这小村子里面，我会把你们带到县城、省城，甚至是帝都。奶，你和城里老太太坐一块儿，人家都是文化人，你不觉得寒碜？你个丫头片子，别忽悠我了，我一个老婆子能去帝都？奶，咱们一家子就像南迁的燕子，只有跟上队伍的才能顺利到达目的地，若是掉队了，只能冻死在寒冬里面。奶奶不吭声了，她还想去帝都，不能掉队。爷爷等人也暗暗下了决心，以后你来教家里人识字算术，教得好有奖励，教得差，以后就别想吃糖了。苏小满撅着嘴点了点头，在作业本上郑重其事地写道：1975年4月25日，老苏家第一次家庭会议出席的人，爷爷、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姐姐。我姐姐说如意姐姐是个坏人，别人给的东西不能要，大家都要好好学习，谁也不能掉队。我骑着自行车到了公社，在门卫登记了之后，很快介绍信开好了职务一栏，写着怀化公社联络员。苏荷很满意罗主任是个干事的人。苏荷去供销社买了20斤富强粉和5斤猪肉回了黄溪村。苏荷考虑到要多待一段时间，得把苏家事情安排妥当。奶，晚上包饺子吧，请队长和那2位师傅过来吃个饭。苏老太心里门清，该出血就得出血。吃饭的时候，队长陈有德说以后有事吱声就行。苏老汉感慨世上最捉摸不透的就是人心。2位驾驶员夸赞苏永国是个驾驶员的好苗子。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，苏荷把苏家安排妥当，第2天就坐车到了县里。苏荷到了老何家手里，拎着网兜。何奶奶最开始不肯收苏荷，好说歹说才让老太太收下。我帮着老2口收拾屋子做饭，我一直忙到了晚上才离开。我还没进院，就听见苏永石和曹红梅在吵吵。二叔二婶在家吗？苏永石脸上被曹红梅挠的伤还没好，他瞧见苏荷，第一个反应是恼恨，紧接着苏永石就是一喜，他挤出一个笑脸。苏永石邀请我快进来。我进屋看到曹红梅和苏金宝。曹红梅说：“小何，你竟然连亲二叔都讹，真有本事。”我一笑，我的本事大着呢。我讲述纺织厂的机器是他给纺织厂和机械厂签的线修好的。苏永石2口子一脸的目瞪口呆，
我又拿出工作证扔在了炕上。曹红梅捡起来之后打开一看，嘴巴大的能塞进一个鸭蛋。苏永石也震惊，苏荷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槐花公社联络员。曹红梅忙不迭从炕上下来，殷勤地拉着苏荷。苏金宝说，女娃不配吃荷包蛋，一会儿把你的荷包蛋给我吃。苏永石瞪了他一眼，问他怎么和姐姐说话，还不给你姐道歉。苏金宝继续在炕上打滚耍赖。我说金宝在子弟小学表现得很不好，都说他们教子无方。苏永石顿时就脑补了一些信息。苏金宝小朋友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深沉的父爱。我制止二叔教育孩子的手段不能这么粗暴，要好好和他讲道理。苏金宝哭着点头，说我知道错了。我说他有办法让他们转正，但前提是他们得听他的。苏永石两口子顿时起誓发愿的表忠心。我询问曹红梅车间主任是如何撺掇他介绍赵斌的。曹红梅回忆孟主任说，赵副厂长儿子喜欢漂亮的，所以他动了心思。我反问孟主任，在此之前和他唠过几次家常。曹红梅脸色变了，难道孟主任真的是故意说给他听的？苏永石冷哼，一定是赵斌让他这么干的。我反问赵家怎么会知道他？苏永石和曹红梅面面相觑。曹红梅问，难道指使孟主任的另有其人？我叹气说出他跳河的原因。我警告沈如意，不会让苏家任何一个人过好日子。苏永石夫妇急忙求助，苏荷拿个主意。我安抚他们，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要向他汇报，他自然会护着他们。转正的事情交给他。苏永石两口子顿时转忧为喜，殷勤的不得了。第二天，苏荷送苏金宝上学，苏永石夫妇求之不得。路上，我从小挎包拿出2块巧克力给苏金宝，苏金宝乐颠颠，一口一个姐叫的腻乎。我交代金宝一个任务，以后姐不在的时候，你帮姐盯着点，你爸你妈。葛老头比我晚到，知道被噎住很凶险，好奇我是如何做到的。小丫头，你再告诉我一次你名字，我这次肯定不会忘了。说好了最后一次，我叫苏荷，禾苗的禾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你快说说，你刚才怎么做的？我拿着扫帚开始演示海姆立克急救法。我详细讲解急救法，葛老头在旁嘀咕，似在验证可行性。能够想出这种急救法的人，堪称绝世奇才呀！小丫头，你是从哪儿学来的？您就没觉得是我研究出来的？你讲解时有漏洞，这方法能是你想出来的？我在省城偶然学到的，叫海姆立克急救法，国内还没普及。葛老头听完若有所思，觉得这好方法必须让更多人知道。你不是在乡下长大的吗？怎么在省城学到的？我大概讲了一下我和沈如意的事。葛老头想起10多年前的小女孩。如果是她，那可是个白眼狼。葛老头把猜测说了之后，我愈发觉得自己套近乎套对了。你前2天不是刚回去吗？怎么这么快又来了？我现在今非昔比了，我也是有身份的人了。从来没听说有这么个职位拿来糊弄人的吧？我准备和纺织厂、机械厂谈谈，让他们在公社建分厂。小丫头说大话也不怕风闪了舌头，你能让那2个厂子建分厂？不说有10足把握，至少有99%。走走走，少在我这里吹牛。你要是办成了，我就叫你一声姑奶奶。等我走了，葛老头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，真是个鬼精的小丫头。我从葛老头院子出来，溜达到机械厂，没想到竟然是小何你呀，真是让我开眼界了。钱婶，您就别捧我了，这只是个虚职，方便工作。恭喜您升副主任。这多亏你帮忙。小何，你找我有事？我们公社准备建农机厂，派我过来去取经。钱慧芳一口茶水喷了出来，表情震惊。钱婶，领导派我来学习，您看介绍信有期限，能不能办来访证？钱慧芳很快办好了来访证，带我去了食堂。我有意捧着钱慧芳唠，她满脸是笑。我提出参观车间，我在铸造车间里和工人们混得如鱼得水。小苏，你这联络员没意思，我这缺个统计员，你来吧。我想让我家乡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，留在槐花公社发光发热。庞主任不住点头，更加高看了我一眼。我回到钱慧芳办公室，看到她一脸愁容。小何回来了，顺利吗？钱婶，您脸色不太好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有票，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弄不来东西啊。钱婶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就是不知道合适不合适。都这时候了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。农户家里有鸡蛋和山野菜，收上来发给工人行吗？直接收购不合规。但如果是公社统一收购再卖呢？包在我身上。鸡蛋山野菜太单薄，找河工买残次布。残次布所剩无几，上次人情已2清，河工未必卖您面子。钱慧芳顿时蔫了，
求救的看向我。纺织厂提供碎布头，村民缝制椅子垫，你们再购买，既可以给纺织厂创收，又解决了你们福利的问题。前审不急，先找领导汇报，如果可行再签协议。先让纺织厂弄个椅子垫样品，您带着给领导看看，增强说服力。椅子垫的设计图样好办，直接在交易所搜索产品就可以了。钱慧芳拉住我的手，说什么也要请他到家里吃饭。我推辞不过，只好同意。钱慧芳为了感激苏荷，买了2斤五花肉，到家就开始叮叮当当剁饺子馅儿。在这个年月，包饺子是对客人最高的礼遇。曹红梅听到隔壁苏荷说话的声音，对苏永石说道：“钱慧芳又请小何吃饭呢，我听到剁饺子馅了，肯定是包饺子呢。”你说会不会小何又给他帮什么忙了？苏永石眼珠转了转，我今天晚班不在家等他，回来你试探试探，说不定能沾点光。曹红梅点头纳闷道：“你说小何怎么变化这么大？之前瞧着是个没脑子的，现在怎么就变得这么精？”苏永石说道：“估计是跳河之后想开了，毕竟是省城长大的，见识当然比咱们强。不过咱们也别全听他的，先观望观望再说。”我也是这个意思。在土炕上玩的苏金宝把这些话全都记在了心里。堂姐可是说了，只要打小报告就有巧克力吃。苏永石两口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亲生儿子变成了个小奸细。过了一会儿，苏荷翻墙头回来了，曹红梅满脸是笑：“小何回来了，在隔壁吃的饭。”我含糊答应了一声：“二婶，我记得家里有不少碎布头，你都拿出来。”曹红梅心里敲鼓，不是要拿去送人情吧？磨蹭了一会儿，还是把装着碎布头的包裹拿了出来。它只是临时工分到的碎布头，是最次的，不但小，而且颜色也很驳杂。我倒是觉得不错，当即用苏金宝的作业本和铅笔画了几个图样。曹红梅眼睛顿时就亮了：“小何，这图样也太好看了，你是想用碎布头拼吗？”苏荷点头：“二婶，如果手工缝制的话，你估摸多长时间能做好一个坐垫？”曹红梅琢磨了一会儿，这里面最简单的估计1个多小时。二婶，你先做个简单的出来我瞧瞧。曹红梅其实不太愿意做，但又不敢说，只能拿起针线，照着苏荷的样子缝制坐垫。1个多小时之后，坐垫做好了。苏荷由衷地夸赞曹红梅手巧，曹红梅也挺有成就感，用手把头发往耳后别了别。苏荷又夸赞了几句，曹红梅顿时有些飘飘然。闲着也是闲着，二婶再缝一个。说完了也后悔了，她恨不能扇自己一嘴巴子。二婶熬夜太伤眼睛了，你明天不是中班吗？上午再缝吧。我又拿出1张10斤的粮票。二婶，我也不好在家里白吃白喝，这粮票你拿去用吧。曹红梅差点以为自己听差了，直到把粮票拿在手里才确认是真的。第2天上午，曹红梅又缝了一个坐垫，这个比昨天的要复杂不少，也更好看。曹红梅越看越喜欢，试探道：“小何，这垫子你要拿去送人？”我一笑，暂时还不能说，过几天再和您详细说。曹红梅尽管心里好奇死了，但是也不敢刨根问底。吃过中午饭，我就出了院子，去了纺织厂。他刚走不大一会儿，顾迟燕进了葛老头的院子。顾迟燕行色匆匆：“葛老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”葛老头瞪了他一眼，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我找你当然有重要的事情，你看看这个。”葛老头递给他几张纸，上面有图有文字，正是海姆立克急救法。顾迟燕虽然并不会医术，但也能看出这种急救法的价值。葛老头说：“这是隔壁那个丫头教给我的，说是外国的一个医生研究出来，叫海姆立克急救法。你想办法核实一下，如果确有其事，就把这个急救法原原本本的传播出去。”他听到葛老头的话一愣：“您说的是那个叫苏荷的姑娘？”葛老头点头，把事情说了一遍，然后说道：“那个小丫头哪点都好，就是爱吹牛。她弄了个公社联络员的名头，我说教了2句，她竟然还和我打赌了。”顾迟燕听完微微勾唇，她倒是觉得那个叫苏荷的姑娘或许真能办到。从那天赵斌的事情就能够看出她是个有勇有谋的人，不过她并没有说出来。她了解葛老的性子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就算她说了也白说，而且潜意识里面她不想坏苏荷的事儿。葛老头念叨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行了，你不是要赶火车吗？赶紧走吧。”顾迟燕犹豫了一下，然后一拍脑门：“葛老，我突然想起来还得去袁老师那一趟，时间肯定来不及了，我去把火车票改签到明天。”顾迟燕说完急匆匆走了。葛老头不由得念叨：“以往瞧这小子还算稳重，怎么今天毛毛躁躁的？”葛老头家的院子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温暖。“你好，我是顾迟燕。”他主动介绍自己，我心里有了盘算。葛老确实经常提起你，说你没少给他帮忙。看来他是葛老认识的人。
但这笑容我总觉得不简单。何老头似乎对他的话习以为常。我是槐花公社的联络员，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从事研究工作。研究工作，一个很模糊的答案。我听葛老说你昨天救了个小孩。他巧妙地避开了我的问题。那是一种急救方法，叫海姆立克急救法，主要用于气道异物梗阻。手法很简单，对准这个位置，快速向上冲击。他听得很认真，这让我有些意外。我将这种方法详细地告诉了他，想看看他的反应。我回帝都之后，会想办法查询有关资料，然后将这种急救法推广，让更多人受益。为了稳妥起见，我不会将葛老和你牵扯其中。他的承诺让我看到了他的价值，这一刻他值得我认真对待。夕阳余晖将院子染成了金色，这难得的闲事让人心情愉悦。我们隔着矮墙聊起了家常，一种微妙的气氛在指尖蔓延。我发现他其实很有趣，而他似乎对我很好奇。对话渐入佳境，一种独特的吸引力。小何回来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打破了宁静。哟，这个小伙子长得真精神。你是葛老爷子的亲戚？故交。他瞬间收敛了情绪，看来他不喜欢被打扰。曹红梅的脸色瞬间变了。小何，吃饭了？进去吃饭了，咱们回见。我此时又累又饿，吃饭要紧。他似乎有些意犹未尽。行了，别在那儿杵着了，进来吃饭吧。我猜他一定会跟进来，他最终还是跟着进来了。他坐了下来，但气氛有点微妙。小客车一进村，我仿佛听到了村里炸锅的声音。看，那不是苏家大丫吗？这次坐小客车回来了。于说：“高姐，走到我家里坐坐。他们有他们的忙碌，我也不能强求。”苏大丫，你咋坐小客车回来了？于说：“高姐心善，顺路送我回来了。顺路再走就是山了。他们觉得我越来越厉害。”大丫，大丫，奶来接你啦！宝贝孙女怎么瘦了？这还是我那个重男轻女的奶奶吗？金钱光芒真能照亮人心。奶奶心里美，这些年就没这么风光过。奶奶殷勤得不得了，忙得团团转，我看着都替她累得慌。奶，您别忙了，坐下歇会儿。大丫，小客车为啥送你回来？他们觉得我有用啊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可不是嘛，有些人就是势利眼。奶奶还在吹嘘，而我已经坐着睡着了。坐着也能睡着，我大孙女儿真厉害。姐，听说你是坐小客车回来的。这小丫头脑回路真是清奇。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？看，这是爷奶他们的作业，奶照钱上的字写。爷爷写古诗，奶奶写的竟然是华夏壁上的汉字，做得不错。姐，既然我做得好，那说好的奖励呢？小挎包没翻动，看来这孩子本性并不坏。这些巧克力都归你分配，你看着分吧。真的，我都留着自己吃也行，只要你考虑好就行。真好吃啊，这一定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。姐，你也吃。我拿过来咬下去，他心里肯定在滴血，看样子是要吃独食了。我冷眼看着没吭声。奶奶说话算话，晚上真包了饺子。爷爷最近走路比队长都带派。玉芬，你咋回来了呀？这脸上是咋弄的？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打破了家里的温馨，正是我的小姑苏玉芬抱着她的儿子铁蛋儿。我心说，你有能耐到老吕家骂啊，我这个奶就是个窝里横。奶，小姑，进屋说吧。玉芬，吕兴旺那个王八蛋又打你了。他竟然和村里的李杏花不清不楚，还打我。玉芬，你是怎么回来的？我走回来的。奶，您先别数落我小姑了，让她吃点东西吧。小姑确实饿了，虽然心情不好，但也吃了一盘饺子。这回绝对不能这么算了，明天去吕家要说法。大哥，只要他答应断了李杏花，我就回去。小姑，你还打算和那个吕兴旺继续过？为什么不能离？万一他失手把你打死了怎么办？大丫，吕兴旺虽然混蛋，但也不敢闹出人命。小姑要是真离婚了，以后还怎么见人？奶，离婚是女性权利，小姑想离我帮你。哎呀，这婚离不得，老吕家肯定不会同意的。铁蛋儿是个男娃，他们不会松口。只要你想离，我就能让老吕家同意。你好好考虑一下吧。我心里有些堵得慌。对于苏玉芬，我是爱其不信，怒其不争。大嫂，大丫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那丫头急性子，是心疼你。只有娘家人才会心疼自己。你要是真不想和他过了，那就离。当家的，你怎么也添乱？嫁不出去，我养着。这一刻，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支持。
老吕家能放人吗？啥？有我姐呢。你姐还能跑到向阳公社撒欢去？奶奶心疼闺女，若我能解决吕家，离婚可行。这事儿还得玉芬自己拿主意，先住下再说吧。她其实心里有些没底，我的手能伸过去吗？爸，你明早送我去公社，我还得去趟县城。这次去是好事，你们等我的好消息。姐，啥好事啊？啥好事也跟吃独食的人没关系。谁说我吃独食了？我现在就分。妈不爱吃这个，你留着自己吃吧。爸也不爱吃，你们这么做他会习以为常。好好教家里人识字，等我从县城回来给你带饼干。我知道他心里乐开了花。大亚，你真有办法解决老吕家？小事一桩，只要小姑她自己拎得清就行。爸送我到公社，和罗主任他们会合，准备出发。坐上去往县城的小客车，售票员很殷勤。到了县城，我们赶往机械厂。我拿出仿证，门卫放行。我能感觉到他们看我的眼神有些不一样了。钱厂长很热情，他说我之前帮了大忙，所以才选择和我们合作。钱厂长的话让我的地位又窜了一大截儿。机械厂协议签完，我们又赶往纺织厂。高主任也很热情，签了协议，说明天就运碎布头。我当即称赞他的干劲，说我们肯定能早日实现4个现代化。他嘴都要咧到腮帮子了。高主任邀请我们吃饭，我趁机告诉罗主任，碎布头有门道，我明天去挑好的，然后跟货车回去。罗主任感谢我，我说都是为了怀化公社辛苦点没啥。吃饭时，我跟高主任确认了搭货车的事。罗主任心里感慨，觉得我真是个好同志啊。出了纺织厂，罗主任问我回二叔家还是开房间。我说回二叔家，但提议先去富士商店谈山野干菜，趁蔬菜还没下来，我们有机械厂协议，可以打个时间差，以后还能卖更多。罗主任激动地握住我的手，说要记我一大功。我谦虚回应，我感觉到他们都觉得我是年轻人的楷模，他们有些手足无措。我便说，我认识里面一个售货员大姐，先进去问问领导在不在。商店里，我向妍姐招手，她热情地问我是不是又来帮老何家买菜。我请她引荐孙主任，她爽快答应。妍姐大嗓门一喊，孙主任出来了，她引荐完就走了。罗主任示意我只好问孙主任收不收山野干菜。他含糊推脱，我看到大家顿时泄气。我坚持要他尽快答复，提到机械厂已采购端午福利，纺织厂食堂也有意向。孙主任态度立马变了，说端午节需要采购山野干菜，接下来洽谈顺利，很快就签了协议。罗主任问我纺织厂食堂的事，我一笑说那是随口一说，不这样孙主任不会动心。出了富士商店，我便去了老何家。我推着何奶奶和爷爷下楼晒太阳，陪他们唠嗑，还帮着做了晚饭。回到二叔家，他们正在吃晚饭，二婶给我拿了碗筷。饭后我说了厂里协议的事，二婶问是不是他做的坐垫那种。我点头，二婶想掺和，我直接拒绝，让他和二叔去上夜校。他们都笑了，说都这把年纪了还上啥夜校。我严肃起来，告诉他们学习很重要，连爷爷奶奶都在学。二叔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。我告诉他奶奶已经学会10多个字了。我提醒他们，咱们老苏家就像南迁的燕子，跟得上就跟，跟不上就滚蛋。离开二叔家，我去了隔壁葛老头家。老爷子在家吗？葛老头出来埋怨我怎么又来了，还问我山野菜呢。我解释是跟着公社领导谈业务，不方便拿，下次给他带。他问我谈什么业务，听我说完后，又没好气地说，就这仨瓜俩枣，离建分厂还远着呢。我笑着说，他没错，我得继续努力，还说和他套近乎是能学到东西。他瞪了我一眼，但脸上带着笑意。他搬出簸箕草药让我挑拣，我们边挑边聊。他突然提起失传的青囊书，还吟诵了一首诗。青囊书，我好像在交易所看到过啊。我轻抚眼角红痣，心念一动，交易所购物界面便浮现眼前，古籍里赫然躺着青囊书，只是那100万的价格简直让人咂舌。我心里犯嘀咕，不是说失传了吗？这玩意儿不会是假货吧？你给我截录几页，我让葛老头验真假。真的，我努力赚钱买，结果他只回了我一个。这玩意儿真是学精了啊！青囊书大概率是真的，就是买不起。看来得努力搞钱了。县里没有收购药材的地方，省城才有，这些都是顾小子采的。这些药材是顾迟燕采的。别对那小子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，你们不是一路人。我就是随口一问，才见了一面，哪会有乱七八糟的想法？村民不认识药材，采摘不对会影响药效。他说的有道理，这个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了。小何，
我和你二叔决定去夜校学习，不给老苏家拖后腿。行，那我尽快给你们办理转正。他们殷勤得不得了，曹红梅甚至给我打了洗脚水，就连苏金宝都被他妈指派给我按肩膀，我真是哭笑不得。第二天，我到纺织厂仓库和仓库保管员付了一套近乎。你这姑娘太会说话了，我活半辈子都没见过你这样伶俐的。您都把我说的不好意思了，大勇哥是救命恩人，您就是我长辈。等到货车司机到的时候，我一口一个老舅妈已经叫得很溜了。富丽自然是选好的布头给我装车，我的嘴甜可不是白甜的。老舅妈，过几天我再来看您。我递给张叔2盒烟，让他路上提提神。我跑短途不如跑长途的有补贴，但每天都能回家，都是有利有弊。您这每天回家，家里人不用太惦记。小苏以后有啥事儿就招呼叔叔帮你出个私车。车到怀化公社，罗主任他们也刚到。张叔对怀化公社印象好得不得了。小苏，你出人出力，给你按照1年学徒工开，1个月17块8毛4，另外车票、人情往来都给你报销。我的眼圈顿时红了，这是我第一次靠自己挣来的工资啊！罗主任，别的话不说了，您看我行动，累吐血也要完成任务。小苏，你骑我的自行车回村，通知队长明天过来开会。我本来就想借辆自行车回去，罗主任的话正中我的下怀。我刚拐到路口，就瞧见我爸鼻青脸肿的骑车载着我爷爷。爸，咋回事？谁打的你？我爸想笑一下，结果一咧嘴，疼得倒吸一口凉气。爷爷说吕家带着6个儿子上门，抢走了我小姑。奶奶瞧见吕家凶神恶煞，心里犯怯，支吾几句就被怼了回去。我爸和爷爷去吕家讨说法，结果被人单势孤，反被打了。爷，您就没想着多带点人过去？这是咱老苏家的事儿，不好麻烦别人。您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去办点事。大丫，你要干啥？你可别冲动啊！你以为我像你和爷呢？我从来不干鸡蛋碰石头的傻事。我爸和爷爷灰溜溜回村了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骑车回了公社。妹子，你咋来了？高姐，我爸被人打了，我得出这口恶气。你和于叔说帮我出趟车。你这叫什么话？姐妹还用外道？没问题，走，找于叔。于长江也很干脆，直接把车开到了黄溪村。队长，我给咱们公社拉了3单业务，罗主任多分给咱们村一些。真的，大丫，这下你可给咱们村立功了。吕家抢我小姑还打我爸，这口气咽不下，借壮劳力去讨说法。不用，我把小客车借来了，直接让人坐车去。我让大家带上木棍锄头，村里人一听要打架还坐车去，瞬间沸腾。今天就让吕家那帮活驴长长记性，看他们以后还敢动我老苏家的人。这年头也没有超载的概念，车里挤了30多个人，不少没挤上来的村民很失望，又有车坐又能干仗，多好的事儿啊！苏老汉觉得自己这么大岁数都白活了，就为了一张脸皮，害得大儿子白挨了一顿打。说不定他们走了之后，吕兴旺那畜生又把玉芬给打了，以后他这老脸不要也罢。不同于老爹在那自我检讨，苏永国热血沸腾，吕家那帮孙子仗着人多势众，欺负我一会儿，非得让他们好看不可。车上的其他人则是七嘴八舌说个不停。大丫一会儿到地方了，你就站在一旁看热闹，这回让他们看看咱们怀化公社，咱们黄溪村不是好惹的。没错，大丫，你到时候站远点，免得崩你身上血。地处偏远，再加上大环境的影响，这些村民法律观念都很淡薄，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组团去揍人的原因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也可以在黄溪村树立威信。我对村民说道，到了地方，你们听我的指挥行事，如果我不举起左手，我说的再厉害，你们也先别动手。另外，动手的时候有点分寸，别把人打坏了。好，知道了，大丫。你放心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小客车驶入柳树沟村的时候，正是家家做晚饭的时候。有人瞧见小客车，村里顿时就炸锅了。哪来的小客车？该不会是来了大领导吧？里面咋那么多人？快看，停在老吕家门口了。苏玉芬正在做饭，吕兴旺不耐烦地骂骂咧咧，磨磨蹭蹭的饭怎么还没好？成天哭丧着脸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瞧瞧人家杏花，人家那才叫女人。吕老太斜着3角眼说道，那个李杏花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。吕兴旺不敢和吕老太顶嘴，就把怒气撒在了苏玉芬身上。都是你这个臭婆娘嚷嚷出去的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。吕老太瞪了他一眼，要打也等他做完饭再打，一大家子都等着吃饭呢。吕兴旺这才骂骂咧咧的停手了。苏玉芬悲从中来，这种日子活着还有什么念想？原本他还有一丝希望和吕兴旺离婚，摆脱吕家，可是现在他的心死了。吕家人多势众，娘家根本斗不过他们。
要不是铁蛋还小，他真想一死了之。这时屋子里面传来铁蛋的哭声，苏玉芬顾不上别的，连忙踉跄着进了屋。一进去就看到吕家的几个小孩在欺负铁蛋，铁蛋的额头肿了一个大包。苏玉芬这一刻崩溃了，她抱起铁蛋疯了一样往外跑，刚跑出院门就被吕兴旺薅住了衣服，按在地上打。铁蛋吓得哇哇大哭，挥舞着小手想要去保护妈妈。吕老太和吕家其他人根本没有阻拦的意思，都站在一旁看热闹。吕老太还啐了一口，打不死的婆娘。我下车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一幕，我一手抢过旁边村民手里的棍子，对着吕兴旺就砸了下去。畜生，这种打女人的畜生就该千刀万剐。我原本的理智瞬间荡然无存，我抬起左手，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，给我砸，能砸的都砸了。黄溪村的村民们早就憋足劲儿了，尤其是瞧见苏玉芬被打得那么惨，一帮人拎着棍子锄头就冲了上来。这个时候谁还有闲心和他废话，打人的打人，砸东西的砸东西。我扶起还没缓过神来的苏玉芬，小姑别怕，我来了。苏玉芬呆愣了片刻，抱着我嚎啕大哭。我眼圈也红了，或许是因为血脉相连，或许是同情眼前这个可怜的女人。小姑，你先别哭，你想不想出气？苏玉芬有些反应不过来，出气。对，出气。我让苏永国和2个村民把吕兴旺按在了地上。吕兴旺咬牙切齿，臭娘们你敢！苏玉芬吓得一哆嗦，下意识地往后退。这时原本已经不哭的小铁蛋再次哇哇大哭起来。妈妈，别打妈妈！苏玉芬的情绪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。我放了狠话之后扬长而去。吕老太想骂我，却只好把话咽了回去。他们后悔当初没帮小姑。大丫，我真的和他离了，铁蛋儿归我了，他们不会来抢铁蛋儿。小姑，我没征求你意见就让你离了，你会怪我吗？大丫，你把我从苦海里拽出来，我感激你还来不及。小姑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只要你和铁蛋儿开开心心，比什么都强。今天辛苦大家了，每人2块钱辛苦费。尽管众人推辞，我还是把钱给了林有德。到了黄溪村，众人纷纷下车。高姐、于叔，这钱你们拿去加油。他们推辞了一下，高高兴兴开车回去了。奶的宝贝大孙女儿，你救了你小姑的命啊！奶，我们还没吃饭呢，您做点吃的呗。大丫，吕家那边不会报复咱们吧？妈，没事，吕家欺软怕硬，已经被打怕了。你把事情闹这么大，公社那边不会处分你吧？没事，我已经想好怎么办了。你小姑这也算熬出头了，她身上全是伤。我妈倒是知足常乐，我在我妈的念叨声中睡着了。第二天大清早，我载着小姑去了槐花公社。小姑，你去吴大姐屋里等我，我来找罗主任。罗主任，我想接一下电话。用吧，正好我出去抽根烟。同志您好，我找钱慧芳。罗主任，我犯错了，我昨天带着一客车人去向阳公社干仗了，我太冲动了，影响太不好了，您批评我吧。罗主任，您是没看到苏玉芬身上的伤，吕兴旺就是个畜生。电话响了，罗主任的脸色不太好看。向阳公社沈主任说，苏河聚众闹事，扰乱治安，让我们给说法。吴大姐义愤填膺，小姑吓得哭了起来。小姑别担心，这不算什么大事儿，我来解决。罗主任宣布黄溪村分到的订单数量最多，众人看着林有德，一脸羡慕嫉妒恨。我让我二叔写封大红纸，感谢信送去县妇联，信上说2公社联合解救被欺凌妇女。小姑听得云里雾里，罗主任和吴大姐明白了。小苏，你这招也太损了。我这也是被逼无奈，本来还想今天带小姑办离婚。小姑，你以后再说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管你了。我买了5斤肉，准备回黄溪村。呀，你看咱村这任务咋开展？召集大家开会，选心灵手巧的接坐店任务。坐店监督员年轻心灵手巧，山野干菜的年纪大，经验丰富。林队长召集全村开会，着重强调业务是苏荷拉来的，村民们赞不绝口。赵翠娥和苏老汉都懵了。大丫，你咋不给奶也安排个官儿当当呢？吕家的事情给我敲响了警钟，他们必须自己立起来。隔了2天，我载着小姑和吴大姐到了公社。那边心高气傲，要是说什么不好听的话，你们就忍一忍。罗主任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向阳公社的大院可比槐花公社气派多了。门卫查验了工作证和介绍信，才让3人进去。现在基本都是妇女主任监管婚姻登记业务，向阳公社也不例外。
一见面，白丽丽就有些阴阳怪气。哟，这不是吴大姐吗？我这次得到县里的表扬，还是借了你的光呢。吴大姐平时瞧你老实巴交的，没想到挺会啊，还知道让人写感谢信，真值得我学习啊。白主任，你可就别打趣我了，咱们也都是为了解救被欺凌的妇女同志，目的都是一样的。这位就是被解救的苏玉芬同志，她长期遭受丈夫吕兴旺的家庭暴力，身上伤痕累累。吴大姐的话还没说完，白丽丽就冷哼一声。既然遭受了家庭暴力，为什么不向我反映？我看就是不想和人家过日子了，所以才找了个借口离婚。像他这种人我见得多了，多半是攀上了高枝儿。早上开会的时候，沈主任把他一通批中心思想，就是辖下有这样的事情，为什么不早点解决，以至于让槐花公社掺和进来，弄得他脸上无光。所以白丽丽气不顺，说话就很刻薄。苏玉芬脸色涨红，嘴唇都被他咬出了血。屈辱、委屈、不甘、愤怒让他再一次濒临崩溃。明明他才是受害者，为什么这个白丽丽如此恶意地揣度他？他的眼前阵阵发黑，偏偏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咣当，我直接把白丽丽桌子上的茶杯给摔了，里面的茶水洒了一地。我冷冷盯着白丽丽，你马上给我小姑道歉。白丽丽吓了一跳，然后就是恼羞成怒。你谁啊？好大的胆子！小姑难不成？你就是那个带人打仗的苏荷？我知道，你不过是给槐花公社拉了点仨瓜俩枣的业务吗？怎么觉得自己了不得了？到我这儿来撒野了？道歉？我道什么歉？我哪句说错了？别人怎么没被老爷们打？就他被打了苍蝇，不叮无缝的蛋，还是他自己有问题？我上去就是一个耳光，不会说人话就把你那张臭嘴闭上。一耳光下去，无论是被打的白丽丽，还是吴大姐和苏玉芬，全都惊呆了。吴大姐脑子嗡的一声，小苏平时瞧着文文静静的，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啊？也是这个白丽丽，亏的还是妇女主任说的那叫人话，活该被抽耳光。只是今天这事儿怎么收场？我苏荷也觉得自己冲动了，但是情绪到这儿了，打了也就打了。吴大姐带我去沈主任的办公室。吴大姐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，但还是点头好。直到我们出去了，白丽丽才缓过神来，咬牙切齿地追上去了。我开始给骆小玲写回信，用词很是腻糊。既然她和沈如意愿意当冤大头，我自然不会客气。钱慧芳院子里有动静，我忙出来打招呼。小何，你可来了，婶子昨天做梦还梦到你了。有你一封信是帝都寄来的，我怕那两口子有歪心思。帝都不会是顾迟燕写的吧？他一到帝都就给我写信了。钱婶，有个凌波建议我报考县剧团，您知道他吗？凌波，他是县剧团的台柱子，女职工对他表示好感，送礼物。我不喜欢他那个类型，只是想让您帮我参谋参谋。难怪他会这么说，谁让你长得这么俊呢？不如进机械厂。钱婶，您说的对，我听您的。我没回屋，直接在院子里面拆开了顾迟燕的信。我家父母管得严，在我20岁之前不准谈对象。一天下来，好几个老师傅都动了心思，要拉我去吃相亲饭。同志，昨天我不小心撞了你，所以我买了2张电影票，请你看电影赔罪。走吧，我载你。他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，仿佛能请我看电影，我就得点3根香。我没空，也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。这个苏荷真是给脸不要脸，他以为我只是拿瞧。小何，看来这个凌波是相中你了，要不然也不会请你看电影。钱婶，我昨天没好意思说这个，凌波说话很轻浮。真的，亏得他平时演正面角色，没想到人品这么差劲。他以后要是再纠缠你，你告诉我，我帮你收拾他。我觉得有必要造势，要不然将来撕破脸，没人会相信我。二婶，我听说县剧团的凌波有生活作风问题。你放心，传闲话这事儿二婶最擅长。她好奇纺织厂的姑娘都喜欢凌波，我怎么还要收拾她？对了，小何，我给你买了2根头绳，昨天忘记给你了。本来还发愁怎么赚钱呢，这身材之道不就送上门了？小姑娘就是小姑娘，2根头绳竟然高兴成这样。二婶，把碎布头拿出来，再找几个纽扣和钢丝发夹。我动手能力一般，所以基本上都是我说二婶来做。这也太好看了，这比供销社卖的头花好看多了。恨，只恨现在这个年代不能个体经商，要不然分分钟达成小目标。二婶，这事儿你跟谁也别说，你和二叔能不能转正，就看这把了。你放心，二婶就是说梦话也不会提这事儿。小苏，
是碎布坐垫有什么问题吗？碎布坐垫进展顺利，我这次来是想和您谈另外一项合作。他想不出来槐花公社还能有什么合作，难道是碎布坐垫？我这次来还是跟您谈碎布业务的。小苏啊，碎布在加工利润有限，我们纺织厂不准备再合作了。那真是太可惜了，本来我还觉得这头花肯定能合作共赢呢。等一下，他经常全国各地出差，也没见过这么新颖的头花。小苏啊，我刚才那番话是针对旁人的，你就不一样了。高主任，这种头花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，但做起来比较费时间，不如还和坐垫一样，分发给我们槐花公社的社员来做，你们支付劳务费。那劳务费价格怎么定？头花卖5毛钱没问题，人工成本30%，劳务费1毛钱。但是您在领导面前不好汇报，我直接给您打个5折，一朵头花5分钱。行，那就5分钱。等我和领导汇报了之后，咱们就签合同。爽快，我就愿意和您这样的爽快人合作。说起来，我二叔和我二婶也够不容易的，进厂快3年了，还是临时工。小苏，最近我手里刚好有2个转正名额，那就给他们吧。那就多谢高主任了，客气话我就不多说了，以后咱们市上见。这个苏荷小年纪为人处事却十分老道，是个做销售的好材料。小苏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想没想过到县城发展？机械厂让我当统计员，我动心了，但父老乡亲还在吃糠咽菜，所以我还是想留在槐花公社发光发热，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。老舅妈，小何来了，来厂子办事儿。上次大勇哥救了我，麻烦您把这些给他。傅丽也是老油条了，他知道这不是给周大勇的。傅丽颇有些依依不舍。我准备去何奶奶家献爱心，刚进院就瞧见一个捧着书看的老头撞树上了，我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老头估计撞疼了。小年轻一点礼貌都没有，笑什么笑？不知道尊老爱幼吗？老爷子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您撞疼了没有？没事吧？他冷哼一声，不理我，继续捧着书看。我冷不丁瞥见他手里的书，封面是语录，里面竟然是英文，这竟然是一本关于巨型计算机的书。这老头很不简单。看什么看？就像你能看懂似的，打扮的花枝招展，不学无术。天地良心，我穿得灰扑扑的，跟土鸭子似的，哪里花枝招展了？ The comparable dates for the computer are harder to tie down。 你会英文？瞧不起谁呢？我说梦话都用英文。小姑娘，看来是我小瞧人了，对不住啊。我顿时警惕起来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这老头想干嘛？小姑娘，别把人想得那么坏，我可是好人，我姓袁，就住这儿。袁老师又看书呢。我稍微放下戒心，但这袁老师肯定有所图。小姑娘，我需要一个会英文的助手，你挺合适，愿意帮忙吗？你翻译资本主义国家书籍，不怕被人举报？我有手续批文，外面套书皮，只是避免麻烦。除非你把手续和批文拿出来让我看看。袁老师气呼呼地往家走，心里骂我既没礼貌又一肚子心眼，这绝对是条大鱼，若能和他扯上关系，将来可多点底牌。他从事巨型计算机研究，将来进军危机行业，这条人脉会少走弯路。看看吧，我一把年纪还能哄骗你一个小姑娘不成？袁老师，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忙，恐怕时间上错不开。你耍我玩呢？这活你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，要不然我就说你把我撞了，讹你。碰瓷儿文化源远流长啊，袁老师，我接也行，您总不能让我白干吧？您给多少工钱？你们年轻人张嘴钱闭嘴钱，1个小时给你1块钱，总可以吧？太可以了，我在公社累死累活才17块8毛4，这干几天就赚出来了。我以为他清贫如洗，结果这老头自己占了3个房间，应有尽有。茶几上放着糕点糖果，还有一个啃了一半的大苹果，这就是他说的艰苦奋斗。能开1小时1块钱，这袁老师肯定很有钱啊。我不在乎物质享受，是一个学生非要给我争取这些，我才勉强接受。这样的学生给我来一打。袁老师带着我到了书房，我一进去差点都没地方落脚。现在是下午1点38分，开始吧。我用了一下午才把书房整理完毕，累得腰酸背痛，头晕脑胀。袁老师很满意，心想这临时助理还挺能干，1块钱花的不冤。袁老师，我这2天有不少事情要办，来的时间可能不固定，您多见谅。见谅，当然见谅。不过我手头现在没钱，1个月给你结1次工资。
我知道他不是赖工资，而是怕结算了工资我下次不来了。曹红梅和苏永时正在家里眼巴巴地盼着呢。小何，累了吧？快洗把脸。我瞬间有种错觉，我好像那皇太后，他们一个宫女，一个太监。行啦，转正的事情，高主任说这2天就给你们办理手续。小何，二婶和二叔啥事儿都听你的，你让我们往东，我们绝对不往西。说不定以后会让你们管理10个纺织厂，所以夜校好好学，别让我失望。他们做梦都不敢这么想。我今天和柳大嘴提了话茬儿，他自己脑补的，很快就能传播开。袁老师是帝都大学老师，被下放这儿，厂里还分了3间房给他。袁老师为人很好，孩子们有不会的功课都会请教他。我见他沉迷计算，就到厨房帮他做了晚饭。搞学术真是不容易，一钻进去就废寝忘食。工会开会，我只好自己往家里溜达。苏和同志，我给你买了一件布拉吉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当然是我跟旁人打听的。我凌波想打听一个人还不容易。我之前说过，不要再来打扰我。你听不懂人话吗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我恨不能一拳砸在他脸上。正好瞧见二叔下班回来了。二叔，他对我耍流氓。二叔听到我的喊声，比100米运动员跑得都快，过来就是一个飞踹。凌波被踹出2米远，摔了个狗啃屎。小何，他没把你怎么样吧？二叔，他这2天总来纠缠我，多亏您来得及时。一个小畜生，大白天就敢调戏妇女，真是活腻味了。放你娘的屁！我什么时候调戏他了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我这张脸有多珍贵吗？我要去告你。我管你是谁，我打的就你是县剧团的那个凌波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除非你侄女答应和我处对象，要不然我让你去蹲巴黎子。二叔下意识看向我，我用清凌凌的目光看着他，他顿时一哆嗦，想起赵斌的事，还有我和他二婶的转正。我侄女是天上的仙女，就你也配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打你怎么了？打的就是你这种无赖臭流氓。这时不少人听到动静聚拢过来，我顿时变成了凄凄惨惨的小白兔。有人认出了凌波，顿时指指点点。这个凌波平时演的都是英雄好汉，没想到竟然做出这样丢人现眼的事情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亏得我家闺女还挺崇拜他呢，竟然是个人面兽心的东西。光天化日就耍流氓，胆子可真大。要不是我二叔赶上了，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呢。凌波差点气晕过去，他觉得我实在太不要脸了。等明天到了县剧团，他打个巴掌，再给我个甜枣，不怕我不就范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迎面碰上了钱慧芳。小何，我听说出事儿了，出啥事儿了？钱婶，我之前就和您说过，凌波对我言语轻浮，今天他又把我堵住了，说话很难听，甚至还想动手动脚。正巧我二叔经过我，就让我二叔把他给揍了。事情闹到了所里，我没办法，就答应给他报销医药费，还公开向他道歉。钱慧芳简直都要气炸了，简直岂有此理！明明是他先骚扰的，你凭什么你给他道歉？我去所里帮你问问。钱婶虽然情理上我占理，但是打人毕竟不对，所里这么处理没问题。道歉就道歉吧，以后我吃一堑长一智，遇到他我就绕着走，我就怕传出一些对我不好的闲话，您到时候可得帮我证明啊。放心，要是敢往你身上泼脏水，我钱慧芳第一个不饶他。钱慧芳又安慰了我一番，还提出来陪着我一起去县剧团给凌波道歉，被我婉拒了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曹红梅正急得团团转。这个凌波不会是沈如意指使的吧？我确实长得不错，但凌波在县城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犯不着这么死缠烂打。看到我点头，曹红梅又气又怕。没事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咱们见招拆招就是了。小何，你明天真要去县剧团给凌波道歉？为什么要去县剧团？既然是公开道歉，当然得去县里的广播站，让大家都能听到才好。苏永时2口子一愣，不去县剧团，去县里的广播站。我也不解释，拿出纸笔写了点东西，然后就睡了。第2天早上，我到了县妇联，我是苏玉芬的侄女苏荷。我熬了几个通宵，写了这封通讯稿，本想投给省报，但觉得还是先让您把关比较好。郑大姐接过去一看，不住的点头。这篇通讯稿情感真挚，紧贴国内形势，除了几个错别字之外，没有任何不妥之处。小苏同志，你以后好好學習文化知識，會有更大嘅進步空間。是我以後一定努力學習。郑大姐省报审核的周期比較長，
要不然我今天先用咱们县里的广播宣传一下。人嘛，都有虚荣心，郑大姐也不例外。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，她给广播站打了个电话。那我读完通讯稿之后，可以谈一下自己的感想吗？我表了一番决心，这才离开了。我先去供销社买了点糖果瓜子，我很快就和广播站的几个人说说笑笑了。我熟悉了流程之后，耐心等待开播的时间。县剧团凌波顶着2个红肿的眼睛，正在大放厥词。现在请怀花公社的苏和同志播报通讯稿思想工作，开红花妇联工作结硕果。我端坐在话筒前，开始了播报。我虽然没有播音员那样字正腔圆，但说的也是普通话，倒是让广播站的人刮目相看。身为广大妇女的一员，我来谈谈对这篇通讯稿的感想。以我自身为例，近几天县剧团的凌波同志无视我的拒绝，对我百般纠缠。昨天他再次对我严刑轻抚之时，我让我二叔打了他。这件事情我做得有些过激，在此我对凌波同志表示诚挚的歉意。若是在旧社会，女同胞遇到这种事情只会委曲求全，只会逆来顺受。但是作为新社会的女同志，我们要有反抗的精神，要有说不的勇气。县剧团顿时炸锅了，大家都看向了凌波，这和我说的完全不一样啊！你还说苏和会来县剧团给你道歉，凌波简直都要气死了。凌波当即就想去找我麻烦，但是最后还是忍住了。现在大家都盯着他，若是他做点什么不理智的事情，肯定会有麻烦。晚上下班的时候，我和钱慧芳姐结伴回家。到家时，我诧异地发现葛老头家居然锁着门，他很少傍晚出门，这是去哪儿了？我刚进院，二婶就迎了出来，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小何，快和二婶说说，广播站为啥会让你念通讯稿？我简单说了一遍，二婶一脸懵，这样也行。这时我听到东边隔壁有开门的声音，忙出了屋子。老爷子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出去遛遛弯。以前也没见您有晚上遛弯的习惯啊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我干什么还得你同意，你个丫头片子，少管我的事儿。葛老头说完就进屋了。小何，怎么样？我就说这老头脾气古怪吧，你这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，以后少搭理他。我倒是没当回事儿，有本事的人一般都有脾气。再说葛老头年纪在那摆着，呛我2句也没什么。第二天大清早，我来纺织厂找高主任询问投花的进展。领导原则上已同意投花立项，但我们不能浪费太多精力，所以暂时只能小规模搞搞，效益不错再考虑扩大。这个年代很多人的思想还没放开，能同意小规模试产也很开明。罗主任，既然您这边没问题了，那明天请罗主任来签协议。好。那我能不能借用一下您的电话？用吧。罗主任此时正在会客。老罗，苏和那小丫头挺能折腾啊，她跑到县广播站念稿子，还坑了县剧团的凌波，她这纯属是扯虎皮，妇联那边会有意见。你想多了，小丫头不过是有感而发罢了。你就护着吧，她性格鲁莽，早晚得惹出大祸来。行了，不提她了，咱们说正事。柳河堤坝破损，处在2公社交界处，咱们商量修缮，能借来小货车。我们向阳公社运砂石，你们怀化处人力咋样？罗主任气得不轻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老罗啊，别生气，你能借来小货车，我们也能出人力。罗主任一噎，他确实借不来。叮铃铃，叮铃铃，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。罗主任，我是苏和，我和纺织厂谈了一笔新业务，您要是方便，明天过来签协议。好。电话不怎么隔音，沈主任听到了，心里冒酸水。那小丫头又谈下业务，纺织厂自己干不行吗？瞧见罗主任的笑容一僵，沈主任心里顿时舒坦不少。沈主任这么一想，心情愈发愉快了，哼着歌走了。罗主任的好心情瞬间消失，苦力都让怀花公社干。我从纺织厂出来就去了袁老师家。你这助理当得真逍遥，想见你一面都不容易。我事先就说过，只能空余时间来。您要是觉得不合格，把工钱结了，另请高明。我就说说而已，开始工作吧。袁老师塞给我一堆翻译资料让我整理。袁老师遇到难题了。这类象限遇到问题，72年 M 国研制的 NILAX 很有参考价值，可惜资料被我们华夏国封锁，不然研究进度会提前很多。我听得一知半解，但提取到关键信息 NILAX 的相关数据。我用手轻抚红质，打开交易所，很快搜索到相关资料，全都是英文原版书籍，只有1本出版年份，在75年之前。现在问题关键是如何让这本书见光。我从书架上找到一本袁老师吐槽过的英文书，把内页换成了交易所那本书，然后装作不小心把书掉在了地上。袁老师正在专心计算，我却不小心吓了他一跳。毛毛躁躁的，
咦，这书装帧质量不咋样啊，内页都掉了。那本书华而不实，研究所那帮傻子让人骗了。袁老师，这上面有你刚才提到奈利克斯呢。袁老师眼睛瞪得溜圆，露出了一副被雷劈过的神情。小丫头，你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吗？竟然是奈雷克斯的基础数据，我做梦都想看到的资料。真的？您不是说尼雷克斯的资料被 M 国封锁了吗？袁老师也后知后觉，这种机密资料怎么流出来的？会不会是爱国人士想办法调换书籍，麻痹 M 国？对，肯定是这样。不但瞒过了 M 国，差点把我瞒过了。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找到这位爱国人士，让他留名青史。我苏爱国人士核心里想，大可不必。小苏啊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！要不您给我涨点工资？你继续整理资料吧。我刚拐进胡同，我就察觉有人跟踪自己。我假衣系鞋带，手里多了面小镜子，竟然是葛老头。他哪里是遛弯，分明是保护我，心里涌上一阵暖流。葛老头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，老爷子又去遛弯了。你管的倒是挺宽。您这话可算是说对了，我管得宽着呢。葛老头冷哼一声，进屋了。小何回来了，进屋吃饭吧。小何转正的事情怎么还没动静？二婶心里没底，估计是头花的事情还没落实。过几天我催催高主任。罗主任心说，我这小姑娘就是会办事。小苏，你这回谈的是什么业务？1朵头花5分钱，利润可观。1朵头花5分钱，哈哈，我没听错吧？他再三确认后，简直都要乐开花了。先做一批试试效果，销量好，我再和纺织厂谈。小苏啊，你这次又立功了。双方很快就把协议签好了。高主任照例请罗主任等人在纺织厂食堂吃了午饭。罗主任，您怎么没和苏荷提堤坝的事？说不定他能借来小货车呢。小苏那丫头厉害不假，但也不是万能的，不提也罢。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？明天我来和他说。帝都顾迟燕在日历上画了一个圈。罗主任，纺织厂那边还需要采购配件，过几天才能开工。小苏，你这笔订单是及时雨。堤坝派工，要修堤坝了。是啊，柳河堤坝有破损，向阳公社仗着关系只出1辆小货车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咱们能借来小货车，向阳公社就干苦力。对，沈主任就是这个意思。小苏，你看能不能借来1辆？那如果是2台小货车呢两台，那一天就能完事了。1台小货车，咱们公社能给多少补贴？小苏，你说多少补贴合适？1人10斤鸡蛋，20斤粮票，1筐山野菜。成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前审，我们公社修堤坝，纺织厂主动支援1辆小货车。难道是因为之前有合作，所以友情赞助？广播站觉得我的通讯稿不错，以后会不定时播放。心系百姓这种主题，以公社名义选送几率大多了。纺织厂提供小货车，附加条件就是我们写一篇通讯稿。前审，你是机械厂工会的，若让纺织厂抢先，你脸面上不好看，不如你们机械厂也出1辆通讯稿，把你们2家都写进去。小何，多亏你想着我，要不然工会少不得挨批评。堤坝哪天开工，我协调一下，派辆小货车过去。高主任，我们怀化公社修堤坝，机械厂支援了1辆小货车。机械厂一直稳坐老大，纺织厂多少有点不服气。他们提供1辆是吧？我们纺织厂提供2辆。好吧，一不小心还超额完成任务了。机械厂高低也要出2辆小货车，我拦都拦不住。苏荷，你不来，我下班还想找你呢。我想请你看电影。那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了。不过我找你是工作上面的事。我之前播放的通讯稿反响如何？广播站的领导满意吗？当然满意啦。现在街头巷尾讨论的都是你的那篇通讯稿。那我最近再写篇稿子投给你们怎么样？是有关纺织厂和机械厂支援我们怀化公社水利建设的文章。这事我说的不算，得看我们站长同意不同意。没事，你就和他说，可以把这2篇通讯稿投到省电台。开辟通讯稿专栏后，各机构都会挤破脑袋想要发通讯稿。田小桃不傻，瞬间明白了我的言外之意。我马上就去和我们站长说，你等我的好消息。成啊，站长还想聘你为特约通讯员，你愿意吗？当然愿意，有了这个名头，以后我再去什么单位就可以打着采访的名义了。我的小挎兜里现在有4张工作证，都是我努力的证明。和田小桃约好电影，我先去了何奶奶家，我扶着何奶奶和何爷爷晒太阳，又帮他们收拾了屋子。接着我去了袁老师家，一进门就被满屋的书吓了一跳。我琢磨那位爱国人士说不定还调换了其他书籍的内页，所以我把所有的书都翻出来了。
可惜并没有新的发现，我只好帮着袁老师把书重新放回书架。忙完已经快到电影开场，我匆匆忙忙往电影院跑。小何，你怎么才来？马上开始了。电影开场，田小桃看得热泪盈眶，而我呼呼大睡。这一天累得不轻，这种老片子实在没什么吸引力。小何，你是来看电影还是来睡觉的？我扑哧一乐，说我是来陪你的。好在你是个女孩子，要是男孩子，肯定好多小姑娘都被你哄去了。说说笑笑，我把田小桃送到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路过一个路口，凌波突然窜了出来，我一点也不意外，他能忍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本来想好好和你处对象，偏偏你不识抬举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只能生米煮成熟饭了。他朝我扑过来，我一面一个纸包砸过去。噗！阿 T 啊，眼睛，我的眼睛！我上去又是几电棍，电晕了他，然后狠狠踹了几脚。我扯着脖子喊：抓流氓，拽流氓啊！姑娘流氓呢？好了！我一指地上，说：娜娜。众人像拖死狗似的把凌波拖到所里，我作为当事人也跟着去了。所里的同志显然也是第一次遇到歹徒比被害人还惨的情况。凌波被凉水泼醒，又是鼻涕又是眼泪，瘫在地上。苏荷，我一时鬼迷心窍才做了错事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以后我当牛做马报答你。我眼底一片冷寒，说一时鬼迷心窍，如果被你得逞，我一辈子就毁了。既然做了错事，就该付出代价。苏荷，你别得意，有人早就惦记上你了，你就等着倒霉吧。我根本判不了几年，等我出来，我饶恕了你。我笑了，那你也得有机会出来才行。做完笔录，从所里出来已是半夜，所里派人把我护送回家，家里一片混乱，爸妈、葛爷爷、钱奶奶，他们都急坏了。天杀的畜生，就该千刀万剐，免得祸害姑娘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你就不该这么晚才回家。你这不是给他行凶的机会吗？我低着头不吭声，心里想，不给他机会，他怎么会蹦得出来？小何也吓得不轻，先让他休息吧。有什么事情，咱们明天白天再说。第二天起来，爸妈不在家，只有苏金宝在院子里耍木棍。我吃完早饭，拿出笔和纸，给我的好闺蜜骆小玲写信。小玲，上次你提议我去县剧团，没想到我还没去，就遇到了凌波那个畜生。他说有人惦记我，你能帮我查查吗？手头宽裕的话，再给我邮寄点华夏币。我相信小林收到信后，一定会让凌波闭嘴，甚至把他弄到犄角旮旯去劳动改造。突然，我一机灵，忘了给顾迟燕回信了。我赶紧拿出他的信温习一遍，然后开始写回信。顾迟燕同志，展信家，得知海姆立克急救法即将推广，我甚是欢喜。我亦对你信中描述的帝都美景心生向往。葛爷爷对我颇为关照，我会细心照顾他。另有一事冒昧相求，可否帮我了解一下帝都发饰行情？写完信，我把2封信都装在小挎包里面，带着苏金宝去了邮局。姐，你给谁寄信啊？我塞给他2块巧克力，他马上闭嘴了。我把2封信都塞进信筒，然后带着苏金宝去何奶奶家。苏金宝逗得2位老人合不拢嘴，却被我指挥着干家务。傍晚的时候，我来接苏金宝，他的衣服兜里鼓鼓的，显然塞了好吃的。刚进院就听到了二婶曹红梅又哭又骂的声音，说她工作上出了冲突。二婶悲从中来，觉得她和二叔只能回家种地了。孟燕娇上次唆使她介绍赵斌，现在又针对她，她就是沈如意的人。苏荷住这里吗？昨天就该让我爸送你回家，好在你没事，不然我没脸见你。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凌波处心积虑，总会找机会动手。家里出了点事儿，我就不多留你了，改天请你看电影。我把孟燕娇针对二婶的事情告诉了她。那个孟燕娇也太过分了，她这就是以权谋私，公报私仇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助长歪风邪气，纺织厂岂不乱套？我还没想出来办法，你那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是咋回事？二婶，别上火，就算我不能摆平，也能安排你们去公社上班。听我这么说，二婶总算露出了一点笑容。我详细询问了孟燕娇和沈刚的事情，连他们家里的情况都问了一遍。第二天大清早，我就到了纺织厂。小苏，你找我有事？是为了你二叔转正的事，不是我压着不签字，是得全面考虑车间情况。苏永时平日表现一般。您误会了，我就是想和您唠唠家常。听说您闺女准备进咱们纺织厂，是有这个打算，但最近厂里没有招工计划，还得等等。这倒是有些难办，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听？说说看。
魏勤离职后，会计位置一直空着，出纳兼任，这是犯了大忌。你是想让我闺女当会计？这不行，她干不来，连出纳都干不了。沈主任，您闺女能当车间统计员吧？纺纱车间统计员周香草有门路，指点她争取当出纳，让出纳顶替会计，这样统计员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？以您的能力，让您闺女坐上这个位置应该不难吧？沈刚眼睛一亮，这个方案还真行，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倒也不是大事，孟燕娇针对我二婶，我心里不痛快，她肯定没少捞好处，周香草一清二楚，我想和您联手把她搞下去。沈刚一惊，这个小丫头的胆子真是够大的。既然你给我支招了，为什么还要与你合作？第一，孟燕娇什么人您最清楚，您闺女放在她眼皮子底下，您放心。第二，我虽然没什么本事，但使坏还是没问题的。最后，沈主任，您也想往上走走吧？我跟何工高主任关系不错，说不定将来能帮上您的忙。我们还是合作共赢比较好，您觉得呢？小苏，我刚才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，我还得我们合作才行。不说别的，出纳的位置不是那么好拿下的。您可以从王百灵那里入手，他兼任会计，但厂里迟迟没正式任命，他和周香草可以互惠互利，这事就十拿九稳了。如果孟燕娇被搞下去，纺纱车间主任的位置空出来，您也可以做文章。沈刚不住的点头，心里感慨，我行事手段老辣，自愧不如。曹红梅，你被开除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你那个侄女成天招蜂引蝶，赶紧带回乡下去。吕小华，你别得意，老娘就算被开除，也会过得比你强。二婶看到我眼圈红了，原来孟燕娇让她回家等通知。你骂谁是狗呢？你个不要脸的小贱人，早就该和曹红梅一起滚回乡下去。如果我记得没错，现在是上班时间吧？你们无故离岗，若是被你们孟主任看到，恐怕你们都得和我二婶一样被停工吧？孟主任对我们姐们好着呢，别说离岗了，就是旷工，他也会罩着我们。就是，你以为都像你二婶那么不招人待见呢？我也不插话，任由他们大放厥词。沈刚正愁没借口，这几个蠢货就送上门了。吵吵闹闹成什么样子，还不赶紧回去上班？小姑娘，你倒是挺能折腾。我劝你一句，人还是安分点好，要不然害人又害己。我也有句话送给你，害人终害己，小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二婶，走吧，回家。路上，二婶一直唉声叹气，吧嗒吧嗒掉眼泪。二婶，你放心吧，孟燕娇没几天蹦的了，到时候你的事情自然摆平了。小何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孟燕娇要倒霉了？你猜？小何，你不会是在说笑吧？他们怎么会帮你？最多也就是让我转正，也不会把孟燕娇怎么样啊。二婶，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这几天你不用上班，正好在家里歇歇。我明天得回怀化公社一趟，我帮怀化公社借了4辆小货车修堤坝，我得跟着过去瞧瞧。本来2辆就够了，但是纺织厂和机械厂都太热情，非得多出1辆，这不是难为我吗？亲，二婶这下彻底相信我有办法收拾孟燕娇了。她郁闷的心情一扫而空，顿时张罗着晚上包饺子吃。我则是到了袁老师家。小苏啊，过几天有人给我邮寄一批书籍，到时候你来拆箱。为啥？你手气好，说不定能拆出被调换内页的好书。袁老师，咱们是唯物主义者，不应该相信这些。你懂什么？这是概率问题。反正到时候你来拆，若是拆出好书，我不会亏待你。我真是无语，不过趁机给他弄点有价值的书，倒也不错。于是我开始套袁老师的话，看他需要哪方面的书籍，一直到傍晚我才离开。袁老师看着我整理好的资料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他那位弟子还没处对象呢，有机会倒是可以把我介绍给他。次日大清早，我就到了纺织厂。小苏，张师傅，咱们还真是有缘啊！我给他们一人塞了包烟，然后出了纺织厂。路上又遇到了机械厂的2台小货车，虽然从来没见过面，但是对于我这位社牛来说，就是2句话的事儿。老罗，不是我给你泼凉水，苏荷那小丫头能折腾是不假，但是你说她能借来2辆小货车，这就有点扯了吧？小苏办事我还是放心的，他说能借来，肯定能借来。罗主任，我问过我哥了，苏荷根本没上他们交通公司去过，他上哪儿去弄小货车？罗主任打了2句哈哈，心里多少有些慌。不少襄阳公社的社员也开始起哄，打肿脸充胖子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汽车按喇叭的声音。听喇叭声就只有1辆车，他不是说借2辆吗？我看就是在吹牛。他说完之后，发现没有人吱声，全都看向了远处。1、
2、3、4，怎么会有4辆？罗主任也纳闷，怎么来了这么多小货车？所有人都围拢了过来，里3层外3层。罗主任、沈主任，县里的纺织厂和机械厂每家出了2辆小货车支援咱们，快让社员同志们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感谢。沈主任虽然又震惊又冒酸水，但反应还是很迅速的。现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心是热的，人是懵的，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。原来这就是荣耀啊！现在热血上头了。小苏，说说咋回事？也没啥，我现在是县广播站的特约通讯员。我说1家1辆就够了，他们说什么也不干，还要给咱们出大货车呢。他们哪是热情，分明是想上通讯稿买个好名声。罗主任笑得合不拢嘴，连连夸赞。相比于罗主任，沈主任心里酸得都要冒泡了。沈主任，虽说纺织厂和机械厂是友情支援咱们，但也不好让师傅空手回去。我们怀化公社穷，你们向阳公社富裕，这好事就交给你们吧。你确定这是好事？我只是开玩笑。最终罗主任和沈主任商量之后，1家出1半补贴。罗主任心里这叫一个美啊！我真是太给怀化公社长脸了。白丽丽看着我跟2位主任谈笑风生，气得直咬牙。结果我苏荷看都没看她一眼，径直走过去了。我看到了几个柳树沟村的熟面孔，过去打听吕兴旺。那几个村民对我热情得很，吕家现在是一团糟。我这回放心了，吕家自顾不暇，自然没精力找苏玉芬的麻烦。中午刚过，小货车的活就干完了，我也跟着回了县城。我回到平房的时候，曹红梅正在看书。我拿起纸笔开始写通讯稿。我到了县广播站，我现在有特约通讯员的工作证，一路畅通无阻。这是机械厂和纺织厂支援水利建设的稿子，有时间让站长审核一下。小何，站长帮你改了几个错别字儿，说明天中午就播出去。对了，站长说你文笔不错，让你以后多写点通讯稿。我心里暗乐，站长当然喜欢我这种通讯稿，只需要改改错字就能显出领导的本事。我突然想起来书中苏金宝被拐卖了，不知所踪。金宝，虽说堂姐总折腾他，但是也给他甜头啊。那人是谁？是我同桌张小丽的妈妈，不过和张小丽她爸离婚了。我开始跟苏金宝讲各种拐卖小孩的套路，苏金宝直接被吓哭了。妈，我以后再也不一个人出去玩了，人贩子太可怕了。曹红梅听我说沈如意可能会让人拐走苏金宝之后，顿时如临大敌。我这时又想起来一件事儿，书中苏永时被人打断了腿。二叔，沈如意肯定还有后招，你警醒点，若是有人打你，别硬拼，赶紧跑。苏永时的胆子没比苏金宝强多少，从那以后看谁都不是好人。一晃3天时间过去了，纺织厂那边还没什么动静，曹红梅就有些心急，停工满7天就要发除名通知了。哟，还没回乡下呢？也是，怎么也得等到除名通知才能走啊？你还不知道吧？转正名额给小华姐了，就等着上面批复了。二婶不可置信地看向说话的吴艳艳。你说什么？转正名额给了吕小华，她才进厂1年，凭什么？当然凭我们小华姐和孟主任关系好。不过这也多亏你了，要不是你，咱们纺纱车间也没这个转正名额啊。小华姐还说哪天要当面谢谢你呢。二婶气得眼睛都红了。孟燕娇这么做就不怕厂里处分她？曹红梅，你说话都不过脑子吗？孟主任是车间主任，转正名额他愿意给谁就给谁。咱们纺纱车间这几个月都超额完成任务，厂里奖励他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处罚他？这时迎面走来几个所里的同志。几位同志，你们找哪位？我们接到举报，你们厂里的孟燕娇涉嫌毁坏国有资产，所以过来带人去所里调查。同志，您刚才说找谁？纺纱车间的车间主任孟燕娇，怎么你认识？不，我不认识。二婶心里狂喜，我果然没有说大话。瞧见所里的同志进去了，二婶对吴艳艳说道：怎么样？我说过缺德事儿做多了会遭报应，现在报应就来了。孟燕娇倒霉，你们几个跟班也好不了。吴艳艳没有搭茬儿，慌慌张张地往厂里跑。二婶有心进去看热闹，但是怕坏了我的事儿，只好躲到不远处观望。过了一会儿，所里的几位同志出来了，除了孟燕娇，吕小华几人也在列。二婶不由得纳闷，怎么把吕小华他们也带走了？她简直好奇死了，但是也找不到人，问只好心不在焉地回家了。傍晚的时候，二婶终于从好姐妹陆香嘴里得知了事情的原委。红梅，我原先还纳闷，
咱们纺纱车间以前月月完不成任务，怎么最近总能超额完成任务？原来那个孟燕娇在机器上动手脚了，机器出故障，考核指标自然就降低了。咱们车间当然能超额完成任务了。你还记得上次机器大面积损坏吗？听说是吕小华他们搞破坏的时候，不小心把其他零件给弄坏了，这才把事情闹大了。怪不得孟燕娇对吕小华他们另眼相看，原来都是共犯。这事儿他做的隐秘，本来不会被人发现。但是统计员周香草心细，在统计数据上发现了端倪，再加上车间主管孙玉洁也提供了一些信息，这事儿才被戳破了。我还听说孟燕娇和赵副厂长的案子也有关系，这下他肯定要去蹲巴黎子了。二婶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一方面是解气狂喜，另一方面则是纳闷，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和我没关系啊。但若说没关系，孟燕娇出事的时间点又太巧了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孟燕娇一出事，她的事情就有转机了。果然第二天，车间主管孙玉洁就让人给二婶捎信儿，让她正常上班。二婶心里那叫一个春风得意，要不是我昨晚敲打了一番，估计今天能把嘴咧到腮帮子。接下来几天，纺织厂进行了一系列人事变动。这天我一进院子，二叔就从屋子里面窜了出来，没错，就是窜了出来。小何二叔终于转正了。小何，你可真是二叔的福星，我让你二婶买了一条五花肉，晚上咱们炖肉吃。二婶则是拉着我的手不撒手。小何二婶也转正了，我们盼星星盼月亮，就盼着这一天。现在就跟做梦一样，我和你二叔之前那么对不住你，你还这么帮我们，我们以后就是做牛做马也会报答你。二婶，你要报答我就赶紧做饭，我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好好，我马上去炖肉。帝都某研究所，顾迟燕冷着脸在训斥几个科研人员，那些科研人员的年纪都比他大，但此时一个个都噤若寒蝉。故宫，你的信，你们重新测试数据，尽快交给我。那个冷面阎罗肯定是着急拆信，才不再继续训咱们了。我猜肯定是女孩子寄来的。顾迟燕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洗了手，这才撕开信封，把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，这才小心翼翼地装回信封，夹到了自己经常看的一本书里面。第二天大清早，帝都某供销社里面出现了一个拿着纸笔的年轻人，他不但详细询问了头花的价格，还询问了进货渠道，甚至还在本子上认真画了头花的样式。3天之后，纺织厂头花的材料备齐了，用小货车送到了怀花公社，我也搭车回到了怀花公社。小苏，你给咱们怀花公社做出了巨大贡献，我们决定给你发放一些补贴。我假模假样的推辞了一番，最后还是把遗落票和华夏币接了过去。不是我贪财，实在是缺钱啊。第一批货至关重要，不但关系到后续的订单，而且也关系到建造分厂的可行性，所以必须严格把关，不能出差错。你放心，我亲自督查，肯定保质保量完成这笔订单。袁老师，咱们得还原上次的情形，您该干嘛干嘛。一派胡言。我找机会调换了其中几本书。袁老师，我拆完了，您过来看看有没有上次那种书。袁老师迫不及待地窜了过来，开始翻看。怎么样？我就说你这小丫头手冲果然有一本，哈哈哈！竟然又发现了一本，真是捡到宝了。将来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找到这位爱国人士，给他应有的荣誉。我心里想着您，老将来估计得睁着眼睛蹬腿了。接下来几天我忙得团团转。小苏，你的包裹帝都寄来的。帝都他只认识顾迟燕一个人，难道是他寄来的？里面有一封信和一摞图画纸之外，还有用报纸包着的小包裹。我没急着拆小包裹，而是打开了信。你信中提及帝都头花样式，我将帝都的供销社转了一遍。随信邮寄票证2份，一份送与阁老，另一份送给苏叔和曹姨。若是有急事，可拨打电话盼回复。图画纸上果然画着各种发卡，头花还备注着价格、供货渠道。小包裹里有头花发卡、票证和一摞华夏币。说是给苏永士2口子的傻子，也知道是给我的，这是想要拿钱砸我啊！不过这种感觉真好啊！顾迟燕这人能处，再想到那张帅绝人寰的脸，我愈发觉得自己捡到宝了。我没有马上回信，而是开始研究顾迟燕邮寄过来的头花和发卡。我当即写了一套方案。曹红梅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走路都带风。小何，我今天在副食商店抢到了一条鱼，晚上咱们做红烧鱼。真的，我正好馋鱼了。我和二婶一边说一边忙活，很快就把饭菜做好了。两人这才发现苏金宝还没回来。小何，金宝不会出事吧？二婶，你先别着急，
金宝没准被老师留在学校了，我去学校看看，你去周围他常去的同学家找找。我又跑到隔壁求钱慧芳、齐卫民两口子一起帮忙找。葛老头听到动静也到附近帮着找，一群人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苏金宝。曹红梅哭得都要晕过去了。齐叔让人在火车站客运站守着。钱婶，你带着二婶去报警，我去县广播站寻人。苏金宝小朋友正被关在一间屋子里面，周围还有几个昏睡的小孩。他把眼睛全睁开了，然后吐出来一块糖，他把吐出来的糖放进口袋里面，然后开始回忆苏荷教给他的自救办法。他小心翼翼地到了门口，通过门缝往外看，那几个男人在院子里面吃吃喝喝，屋子里面空空如也，根本没有能够借助的工具。他眼珠一转，想到了猴子捞月亮的故事。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几个昏睡的小孩拖到了窗边，摞到了一起，踩在他们身上爬上了窗户。他生怕外面的人听到动静，撒丫子就跑。报告，我发现了人贩子。小朋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发现了人贩子？对，他们抓了好几个小孩，只有我聪明逃了出来。我到所里的时候，那几个人贩子已经被带回了所里。这起案件影响恶劣，我想写一篇通讯全面报道。你这小同志想的还挺全面。行，那就按照你说的办吧。我从周所办公室出来，松了一口气。姐要是一般小孩，肯定想不到把人落在一起的办法，我简直太聪明了。苏金宝，你知不知道你差点犯了大错？啥？那几个小朋友本来就昏迷不醒，你又把他们落在了一起，万一窒息怎么办？苏金宝当即照做，小脸憋得通红，赶忙松开了。那几个小朋友都没事，但以后你做事情要想得更全面一些，知道吗？曹红梅简直恨死了沈如意，她咬牙切齿地说道。季家送来不少礼物，二婶推让一番才收下。身为小英雄妈妈的荣耀感让我二婶晕晕乎乎的。苏金宝更是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。学校还给他开了表彰会，颁发了奖状。他决定一辈子都要听堂姐的话。接下来几天，我每天去所里，名为采访，实则打探案件进展。那几人交代是刘二壮给了他们好处，拐卖小孩时顺便把苏金宝一同拐走。刘二壮和纺织厂副厂长赵曙广有亲戚，报复你们苏家。沈如意肯定会堵住刘二壮的嘴，不会牵扯到他头上。我感谢周所，回来之后写了篇通讯稿送去广播站。忙完这事，我才想起给顾迟燕回信。见字如晤，来信已收悉。你绘制的头花样式和调研结果非常相近，寄来的头花和发卡也让我备受启发。你帮了这么大的忙，我感激不尽，若非远隔千里，必然当面致谢。寄来的票证和华夏币已收到，二叔二婶收下了，让我转达谢意。葛老最近一切安好，每日早间打太极拳。端午将至，帝都端午都有什么习俗？帝都也吃甜粽子吧，将来有机会品尝。祖国幅员辽阔，风土人情不同，真想以后有机会四处走走。工作繁忙，还望你能劳逸结合，注意身体。另若有急事，可拨打机械厂工会电话。我检查一遍，落款写上名字和日期。男人付出的成本越高，对付出对象就越在意，容易到手的注定不会被珍惜。我提及端午习俗和风土人情，是给他增加写信素材。我寄完信去了袁老师家，出来时天已快黑。走到一半，我看到前面围了不少人。奶奶，咋回事啊？姑娘，你问我可就问对了，这事儿没有比我更清楚的了。被打的孩子叫铁柱，打人是他婶子刘秋菊。铁柱父母双亡，刘秋菊夫妇心善收养了他。谁知道这铁柱一点不懂事，今儿又偷拿刘秋菊的钱。老太太拉着我往里挤，不一会儿就挤到了最前面。我看到刘秋菊面相刻薄，正抽打瘦弱的铁柱。如果铁柱是白眼狼，怎么会老是挨打？刘秋菊打人一点不手软，看不出半点疼爱。我这人算不上热心肠，但偶尔也有热血上头的时候。住手，别打了。妹子，你不知道这孩子从小就不懂事，今儿偷拿家里的钱，我也不想打，但是不打不成器啊。围观的人也连声附和，棍棒出孝子。可是这孩子并没有承认，说不定是你冤枉了他。一直低头沉默的少年猛然抬起头看向我，哟，这小子长得不错啊，就是目光没什么朝气。妹子，你不知道，这孩子嘴硬，犯错从来不承认。钱是你偷的吗？不是。瞧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孩子死性不改，就得打。我握住他的手腕，这里离所里不远，不如让所里同志帮着问问，如果钱是他偷的，他以后也能长长记性，若不是也能还他清白。你这人真有意思，这是我们家里的事，你跟着掺和什么？赶紧走，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揍。你当街殴打祖国的花朵，还提到偷窃，这不只是家务事，
我作为广播站记者，有权利也有义务过问。听说最近所里正严查虐待孩子的事，我们还是去所里走一遭吧。我不打还不行啊，赶紧回家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钱还没找到，这事儿怎么能算了？还是去所里吧。我突然想起是我记错了放钱的地方，不是铁柱拿的。哟，你这想起来的时间还真挺巧啊。之前打铁柱的时候没想起来，现在听说报警就想起来了。刚才不会是故意冤枉铁柱吧？你没完了是不是？就算我冤枉他，又能怎么样？我供他吃，供他穿，冤枉他一次还犯法了？这次你冤枉铁柱了，以前那些事儿呢？该不会都是你故意冤枉铁柱的吧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要抹黑自己的侄子？该不会有什么图谋吧？莫非这房子是人家铁柱的？刘秋菊听到这话，脸色煞白，额头冒出冷汗。我一看就知道自己很可能蒙对了真相。铁柱猛然看向刘秋菊，目光带着几分阴鸷。这房子是我爸妈的。胡咧咧什么？这是我和你叔叔的房子。是你的，把房产所有证拿出来让大家瞧瞧呗。刘秋菊恨死了我，伸出手就去挠我的脸。还没等我反应，铁柱伸出右脚把刘秋菊绊了个拍儿。他们把刘秋菊、铁柱和我一起带回了所里。我其实很想说，我就是个吃瓜群众，捎带我干啥？刘秋菊欺软怕硬，到了所里很快就交代了，房子是铁柱爸妈的，当初借给刘秋菊夫妇居住。刘秋菊的丈夫田万春不是铁柱的亲叔叔，他们怕房子败露，才收养了铁柱。他们不停抹黑铁柱，想把他赶出家门。这时，田万春听到消息赶来了。我替铁柱保管房产，成年后会还给他。至于虐待，那也是恨铁不成钢。我心里也清楚，现在还没有未成年保护法。在铁柱未成年之前，你们可以暂住房子里，但要尽到监护人责任，不能再虐待他。等到他成年，你们就得把房子还给他。我以后一定拿铁柱当亲生儿子看待，不会再让他受半点委屈。铁柱猛然打断他的话，看向所里同志。是不是只有我的监护人才有资格住我的房子？如果我让别人当我的监护人，他们是不是就得搬出去？是这样，但是你还能找到其他人当你的监护人吗？我想让他当我的监护人。我只是吃个瓜啊，我还是个18岁的小姑娘，我给你当监护人合适吗？给我当监护人，我成年之后把那套房子送给你，我可以给你写字据。这么说的话，倒也不是不行。行吧，那我就给你当监护人。你们也只是远房亲戚，不是直系亲属。我二叔二婶可以啊，他们是纺织厂正式员工，只有一个小男孩。小何，咱们自己都紧巴巴的，再养个半大小子，恐怕养不起啊。把他养到18岁，3间青砖房归咱们。快点儿，我都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我未来的大儿子了。铁柱坚持只是让苏永石2口子给他当监护人，不同意被收养。田北漠是谁？几年之后，县城最大的混混。我恨不能时光能够倒流，说什么也不趟这浑水。我心里有事儿，一路上都心不在焉，曹红梅却飘飘然。既然已经成了事实，再纠结也没用，不如想办法解决。田北漠品质应该还是不错的，只要我进行正确的引导。书中好像没有顾迟燕这号人物啊。你们休想把我们赶走。大家看看，铁柱背上都是伤，都是这个恶妇打的。邻居们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，七嘴八舌跟着一起骂。你们现在不走，那就是侵占财产，小心让你们蹲巴梨子。刘秋菊2口子这才灰溜溜地搬走了。这屋子怎么分配？二婶，你们2口子住东屋，让金宝和铁柱住西屋。那你呢？我也不经常在县城住，所以我回平房住，房租我自己承担。这不好吧？主要是也不安全啊。没事，葛老爷子和钱婶都会照顾我。我先试住一段时间，以后除了盯着你爸妈，还要盯着你铁柱哥。遵命，姐你说啥就是啥。金宝一声跟姐走。我终于可以有一个人的独立空间了。我买了报警器，晚上睡觉放到门口和窗台上。远在帝都的顾迟燕担心寄钱票太鲁莽，苏和同志看到票证和华夏币会不会生气？我独占一张炕，睡得真爽。果然，吃饱喝足之后不适合运动，就该躺平。你不搬过去和他们一起住？老爷子，我舍不得您啊，今有我苏和，择邻而居。大清早就开始胡说八道。老爷子孝敬您的。非亲非故，无功不受禄。不收拉倒，我拿回去孝敬我爷爷。他一生无儿无女，要是小丫头这样的孙女承欢膝下，了无遗憾。我确实矫情，以后少来烦我，回家找你亲爷爷去。这送东西还送出毛病来了，我冤不冤？小何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
罗主任让你给他回电话。小苏，碎布坐垫都做好了，你联系纺织厂，可以拉回去了。这么快？罗主任满心希望在头花上加快了进度。高主任是个精明人，他看出我是个厉害角色。罗主任感慨，我这女同志办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啊，这是和纺织厂合作的第一笔业务，不能出丝毫差池。小苏，山野菜端午前肯定能交货，头花也在做了。这才是人生啊！论享受生活，我排第二，没人敢排第一。吃苦是为了更好的享受。姐，有敌情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最近天天有人请我爸下饭店，他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。这事怎么看怎么蹊跷，多半又是沈如意搞事情了。我拿出牛肉干奖励苏金宝，他就知道跟着姐有前途。到了二叔家，曹红梅上班去了，二叔却在炕上呼呼大睡，屋里全是酒气。姐，你来了。我点点头，问他和我二叔一家相处的咋样。挺好的。去打一盆凉水过来。苏金宝直接窜上炕，和铁柱一起把睡得像死猪一样的二叔拖了下来。我一盆凉水浇上去，二叔一激灵醒了。谁特么？小何啊，你这是啥意思？二叔哪得罪你了？我冷笑，二叔，我没提醒过你，让你低调做人，提高警惕吗？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小何，我也没张扬啊，你是不是错怪二叔了？二叔，你是咱们老苏家难得的聪明人，你真不明白我的意思，用不用我再让你清醒清醒？姐，我去打凉水。苏金宝，这小子真是坑爹。二叔也开始咂摸最近的事，那些人吹捧他能当班组长，主任让他飘了，现在才清醒，何德何能让人天天请他下馆子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二叔，我说过，咱们老苏家如果谁掉队了，那就只能被舍弃，我懒得再管你的闲事，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吧。我转身要走，苏金宝一把抱住我的大腿。姐，我爸是我爸，我是我，你可不能不管我。铁柱也往我这边挪了挪，二叔一咬牙，啪啪抽了自己好几个大耳光。小何，二叔这回是犯浑了，你就再给二叔一次机会吧。我看着二叔肿起来的脸，怒气消散了一些。最后一次，若有下次，我就让二婶和你离婚，带着金宝改嫁。姐，能给我找个有钱有势的后爹吗？二叔一巴掌打在苏金宝屁股上，你个王八羔子！苏金宝哇的一声哭了。姐，我爸打我，我以后不跟他住了，我要去你那住。我这才明白苏金宝为什么花样作死，原来打的是这主意。我瞪了他一眼，别胡闹了。二叔，那几个人都是什么人？都和你说什么了？你和我说说。都是我们装卸车间的人，也没说啥，反正就捧着我聊，也没提什么要求。以后他们再请你吃饭，你还跟着去，但是酒别喝了，有什么风吹草动随时告诉我。二叔忙点头，是，我知道了。我带着苏金宝和铁柱去何奶奶家献爱心。苏金宝心里开始打小算盘，多了个铁柱，何奶奶会不会不爱他了？苏金宝那叫一个勤快，恨不能把床板子都拆下来擦一擦。何奶奶和何爷爷笑得合不拢嘴，他们不但拿出好吃的，还张罗着包饺子。我把苏金宝和铁柱托付给老两口，我来找袁老师。他一见我就兴奋道，那几本爱国人士冒着风险偷梁换柱的书给了我很大启发。我已经把写好的测试方案送去了帝都研究所那边，相信很快就有惊喜传来。说起来，这还多亏你的好运气了，这要是在过去，你就是国之祥瑞啊。我心里默默翻了个白眼。这天傍晚，帝都的顾迟燕终于收到了我的回信，她悬着的心也放下了。她不由得轻笑，她也是关心则乱。她都能讹自家二叔的自行车，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她这样大方的投喂？情之一字，愿者上钩，甘之如饴。至于我这个钓鱼的，此时正在家里琢磨我的好闺蜜骆小玲怎么一直没回信，该不会是脱钩了吧？说来也巧，第二天我就收到了骆小玲的信，信中第一句话就是质问，我真把她当朋友吗？明明混得风生水起，为什么要哭穷？接着就开始往我伤口上撒盐，说沈如意和齐远生如何甜甜蜜蜜，如何比翼齐飞，还说沈如意和齐远生已经得到了帝都大学的推荐名额，他自己也得到了京大的推荐名额，最后还阴阳怪气说我折腾也是白折腾，迟早得摔跟头。最后把话拉了回来，说他大人有大量，可以不和我计较，但以后我必须事无巨细都和他说，并且听他的话。信封里面还有10块华夏币和10斤粮票。我撇了撇嘴，开始写回信。小林，来信已收悉，
你的字字句句都像利刃扎在我的心上，我怎么会不把你当朋友？这世上只有你真心实意想要做我的朋友，也只有你才是我昏暗日子里面的一抹光。之前事情多有隐瞒，并非我有意为之。你即将是天之骄子，而我还在为填饱肚子奔波。我心里是自卑的，哪敢拿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烦你？你若不相信，你回想一下发生的大事，我是不是都告诉你了？小林，以后再也不要说绝交的话，要不然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。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都听你的。对了，以后你不要再给我邮寄票证和华夏币了，以后我有困难也不会和你提了，我怕你误会我和你交友的动机。我写完落款之后，觉得这信好绿茶，不过对付骆小玲这样的绿茶，只能以毒攻毒。我把信放到小挎包里面，准备去邮局邮寄。刚出屋子，就听有人喊：“请问是苏荷同志的家吗？”姑娘，真的是你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上次我家小宝被枣核卡住了，多亏你帮忙才没出大事。我打开院门，笑道：“大姐，您太客气了，谁遇到那种情况都会搭把手的。我不过也是凑巧赶上了大姐，屋里坐。”苏荷同志，这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，你说什么也得收下。我收下了礼物，和他聊了一会儿。原来他是农资所的秦燕，从事大豆育种工作。我心里一动，思考着大豆育种的未来。屈教授的逐客令刚出口，我没急着辩解，我不是来做常规采访的。您的金风1号是不是存在抗逆性不足、出苗率不稳定的问题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在公社调研时见过类似的改良品种，也查过资料。与其纠结追责，不如我们试试补救。这些都是我从未来资料里筛选出的可行方案。屈教授越看眉头皱得越紧。你这丫头倒有点东西，可这些法子你能保证管用？不敢保证100%，但至少能让发芽率提升30%。我可以留下，若达不到预期，我大舅也愿承担赔偿。秦燕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她没料到我竟然懂这些。好，我就信你一次。要是搞砸了，你大舅的处分一点也不能少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几乎泡在了农资所的试验田。我拿出精准湿度计，精准把控田间水分，惊得屈教授直呼后生可畏。与此同时，我写的稿子也有了回音。线报不仅刊登了我的散文，还邀我做长期特约通讯员。我借采访名义跑遍了县里的工厂、公社，既搜集素材，又摸清了各地的供需缺口。我悄悄做起了信息中介。半个月后，金风1号出苗率比预期高了30%。屈教授拿着数据报表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他当即去找所长说了情，为我大舅求情。我托田小桃在广播站侧面宣传了正能量事迹，赵大舅很快就被放了出来。大丫，你真是我们老赵家的救命恩人啊！线报上的文章让我成了小有名气的文化人。我牵头成立了便民信息服务站。葛老头嘴上不饶人，却总在我晚归时留着灯。他还时不时从乡下捎来鸡蛋、蔬菜给我补身体。苏永时两口子搬去青砖房后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铁柱孝顺懂事，还念叨我是家里的功臣。1年后，我的事业越做越大，与地区供销社建立了合作。我翻修小平房，接来葛老头一起住。我还帮着姥姥家盖了新房，给大舅找了个稳妥的差事。这天，我刚从外地采访回来。小何，好消息，地区报社想调你过去，屈教授也要收你为图稿研究。我考虑考虑。夕阳下，院子里的月季花长得正盛。葛老头坐在屋檐下抽着旱烟，嘴角带着满足的笑意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暖暖的。我没有金手指，却凭机灵努力和一点未来见识，不仅站稳了脚跟，还收获了亲情、友情和事业。你现在啥都有了，还想折腾啥？不折腾啦，现在这样就很好。有喜欢的事情做，有在乎的人在身边，日子安稳，心里踏实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结局啊！晚风拂过，带来阵阵花香，远处的炊烟袅袅升起，县城响起归家脚步声。我的年代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，却有着细水长流的温暖和踏实。繁花尽处，岁月安澜，这便是最好的结局。